水上飞驰，快速传球，团队合作，无惧挑战，每一球每一刻展现队友的默契与信任。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水上激战，勇者无惧。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聚集了全台顶尖选手，一起角逐荣耀。蜻蜓水球是一项结合蜻蜓技巧和水球战略的运动，比的是速度及爆发力，也有耐力及控传控球的灵活反应。轻便灵活的专用蜻蜓，它让选手在水面上迅速移动，能防撞右翼操控。水上的桨不只是滑行工具，更是他们防守进攻的武器。每队总共有8名选手，比赛是派出5名选手，一人担任守门员，目标是将球投入对方的球门，有点像水上版的篮球。选手的速度、平衡和协调性是制胜关键。在防守时，选手利用桨阻挡对方进攻，快速反应和准确判断才能成功防守。进攻则讲究策略，持球不能超过5秒，寻找时机传球、闪避、射门，而且比赛选手能够用桨于1公尺外来拦截对手传球或射门，来争夺，甚至会出现桨战的对抗画面。守门员是球队重要堡垒，任意队员都能补位，无时无刻紧盯对手的动作，迎接每次攻门挑战。要将球丢进可不容易，要得分就得瞄准2米高的球门，选手得在水上控传保持平衡，又要瞄准闪避防守桨叶才能出手。蜻蜓水球不仅考验个人技术，团队默契才是胜负的关键。快传、位置站位和时机配合都很重要。蜻蜓水球充满速度感，选手们在水上快速滑行，进行激烈的追逐。比赛过程充满了水花飞溅的乐趣，既紧张又刺激。亲临现场，感受这场水上激战的氛围。选手们的每一次冲刺，每一个进球，都将掀起无限的热血。蜻蜓水球不只是比赛，更是挑战自我、享受水上运动乐趣的体验，让青春在水上绽放。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水上激战的魅力等你来见证。精彩体育赛事，感谢您锁定 HotSport。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转播团队一样是在新北市的微风运河，要为您送上在今天下午的赛事。那下午的赛事呢，就准备要进入到最后的冠军赛了，也就是要来决战了今年在蜻蜓水球锦标赛最后的名次。那我想今天的天气其实感觉起来还蛮舒服的，包括在温度上面25度。那湿度的话稍微高了一点，85%。不过以风速的状况上面来讲的话，是有徐徐的微风。那多云的情况之下呢，也没有阳光照射进来，所以我想今天在比赛的现场上面呢，应该对于选手来讲是可以好好的来享受这场赛事。那在下午场的比赛，我是秉承，转播工作呢一样是与身旁讲评杨明恩老师以及辛苦的转播团队一同来为您服务。老师午安。午安。那下午的时候，我们第一场比赛会先看到的，这个是公开男子组。公开男子组的第一场比赛是7、8名会是由这个康桥高中的 AB 队来内战。那 AB 队的这个内战好玩的是我刚刚注意到这一场比赛的裁判阿飞教练，郑世飞教练，那就是这2队的教练手心手背都是肉。自己人。还是说反而自己的内战要自己来判会判的比较公正一点。对，会公正，那个比较不会有争议。他们的 AB 队啦，大概就是学长学弟队。历次是这样的。对，他们 AB 队是学长学弟队然后大概的话就是差1年级，都是高中为主，包括是像我们刚刚看到的2队的初赛名单里面呢，
在 KCIS A 队这边的话是有这个陈柏安。那陈柏安我特别提他一下，他今年是高2，不过他也是有参加新北市全民运的选手。因为我们前面有看到那个 CPS 的这支队伍嘛，那陈柏安就是也是跟着自己的教练呢，也一起加入到新北市的全民运的代表队。那还包括了像是许伯恩、孙若琪、李坤汉、尤勋尧、刘子宽、陈兆颖以及林书立。那他们基本上只有陈兆颖他是高2的中学部。康桥稍微也因为刚好是内战啦，也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学校的话，从国中到高中，他们有分2个部，就是一个是中学部，一个是国际部。那直接的这种分法的话，我们最直观就是国际部未来的升学方向比较多，就是想要往国外走。然后中学部的话，就是可能留在国内的这个大学来继续升学。那这个是要考试的哦。你无论是中学部要去到国际部，还是国际部要到中学部，其实还都是需要通过考试。因为对于像是如果你要去读国际部，你如果语言能力不好的话，他们全英语的这个课程，你可能完全跟不上。所以也包括你在国中端的时候，你依然是要通过考试。所以也是有可能。你可能家里是有这样子的经济水准，可是小朋友的成绩可能不太给力，反而就上不了康桥，这都是有可能。那他们的活动其实也非常的多啦。那因为算是从小学开始比较多就是去培训这些可能未来都是要去接家业的小朋友，所以他们蛮注重，包括是在台风、口条，还有在创意之上的培养。这个我蛮有感的，因为我自己平常的时候，在这个自己的单位里面也偶尔要去做采访，只要是在小学部分我看到有康桥，我都会蛮主动的，就会觉得说我的受访者一定要找一个是康桥，因为小朋友特别会回答问题。他们蛮厉害的，像我之前带很多去参加国际比赛，是，还很多人想要问中华台北，就不用讲康桥出去，对，就是派康桥的小朋友出去。然后我看了那个国际总会那些特派，就是你英文怎么这么好的？对，他们其实，在应答上面，无论是哪一种语言体系，但是在应答上面，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最令人他们真的有不一样，对，真的不一样。然后台风上面真的很稳，而且我可以感觉到他们是思考我的问题，因为毕竟我们平常在做这种体育赛事的采访的时候，有些时候会有好像跟选手这边是不对频的状况出现，对，但是你可以感觉到这些小朋友是真的有去阅读我的问题，然后去思考该要怎么样子来回答，尤其是。很多小朋友他知道场上怎么了，可是如果问说，是不是教练有给你一些建议，或者是自己有没有做什么调整的时候，这种问题反而对一些基层的选手来讲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他平常没有这样想过，对他不会去思考，对。可是康桥小朋友就会开始跟我们侃侃而谈。然后我可能昨天的时候我知道这场比赛很重要，我可能比较早睡之类的，对，所以康桥的小朋友我非常喜欢，对，就不太一样，对，真的是不太一样。而且我就觉得他们蛮累的，是，因为他又要骑脚车、爬玉山、游日月潭。对，他们以前还有那个铁人3项全校的一个活动。不过他们在疫情之后，铁人3项的这个活动是变成说是小朋友可以去选择。像蜻蜓水球的这个队伍的话，如果以现在他们高3，那因为疫情大概就是他们高1的时候，所以他们这支队伍里面好像就没有去参加那个铁人3项。这个要等一下，这个我有去问过，问一下那个郑世飞主任，是没错。那刚刚有提到，包括是铁人3项，然后还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蜻蜓水球。那他们在校内的话，还有所谓的这个4大运动、4大校队，那还包括的是篮球、足球跟游泳啊。不好意思，是5大校队。对，这就是他们康桥的5大校队。那尤其是铁人3项啦，因为铁人3项应该是康桥的学生最引以为傲的一个活动。他们还有这个班级的小铁人竞赛，就是没有骑脚踏车，其实跑步跟游泳。对，然后。以铁人3项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董事长也是铁人3项的爱好者。对，那生涯真的是参加过非常非常多铁人3项的这个活动，所以他也鼓励校内的师生，包括是这些教练、这些老师。对，他很多老师是铁人3项的专长。对，他们就是一起强健自己的体魄。那刚刚也有提到，在这个高中端这场比赛会是 A、B 队，就是大小队的这个内战。那A 队刚刚的这个选手有介绍过了 ，B 队的话则是杨子谦、林炫瑞、蔡定恩、黄心妍、周宏安、何以乐、周宏宇以及林瑜成。那有3位选手的话是中学部的，是蔡定恩、黄心妍跟林瑜成。那林瑜成、周宏安、何以乐还有周宏宇都是高1的小朋友。那剩下不是中学部的就都是国际部。
其实如果以康桥哦，尤其是你是国际部的小朋友，因为现在其实在升学上面，尤其是你要往国际走，你在升学上的时候，你会有一个类似学习档案。这个学习档案其实如果说，譬如说像是蜻蜓水球前面的话，这个康桥有几位小朋友是在女子组那边是有这个选上国手，披上中华队战袍，所以其实在自己的履历上面也是很加分的。他们 A 队也有好几个啊，A 队也有，就许伯恩、孙若琪跟李坤汉哦，他们是10月14号才刚代表台湾，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世锦赛U21的那个部分，对 U21，这又是拿下第14名。对，那没办法啦，有时候可以讲那个预赛签不好嘛，死亡之组，死亡之组，那一组就3个欧洲队，是，然后我们就打半天就第4名，第4名就13开始排了，没。但是小朋友都很努力，所以没关系。他蛮认真的，每一场真的是认真的，杀来杀去的。光是能够披上中华队的战袍，那颗梅花，哇，这是难能可贵的了。对啊，他们也是跟欧洲队杀来杀去，但是整体还是差一点点的。是，那这个对于小朋友，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升学，包括我们刚刚看到的，在这个队伍里面有3位的高三选手，伯恩、若琪还有林书丽。那这3位的高三选手，这个履历就可以放到自己的这个学习档案里面。对啊，他们过去我们刚刚就讲，他过去很多学长就是国外名校直接我们前面也有看到录取吧。他到了澳洲读大学，就还去澳洲的国家队，黄品汉跟吴宗彦他们的大学长。对啊，所以那个其实玩蜻蜓水球是功能，也不是说功能，就是它有很多好处的。对。那蜻蜓水球队里面呢，从国小，然后一路到高中，甚至到这个成人组里面呢，我们都可以看到有康桥的身影。这个也是因为他们学校非常支持，而且不止学校支持，还有一票人也需要支持，就是家长。对，家长必须要支持，因为有些时候家长也会担心，就是这个运动会不会危险？毕竟又在水中，而且真的要感谢康桥的那些后援的那些力量，真的非常强大。那像，因为我们蜻蜓水球这个项目不是亚奥运这次项目，所以它其实获得的资源真的少很多了。所以出国，你看我们要出国比赛，一次出男女跟U21男女4队去比赛，这很多钱哦。但是体育署补助或协会的一些钱，但甚至还差蛮多。是，所以变成说是小朋友跟家长团，他们家长还是得要有资源。他家长团就是帮了很多忙。真的是感谢所有的家长啊，所有就是参与进来的这些前辈们。那其实我赛前在跟教练聊的时候，教练也有提到，其实以康桥这边的话，毕竟还是以升学为主。对，所以说他们也不是说我直接把目标就是设在我打蜻蜓水球，我就一定要进国家队。所以他说这真的就是投入后，然后你花时间训练，你才能够去享受到这些成果，这就是热衷后的回报。包括你的技术、身心灵去达到了这个高度，然后这个机会就来，所以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履历哦。所以并不是好像是我来了，我就是设定，然后以这种方式好像体保，然后就一路升学下去，不是。他们真的就是文武兼修哦。对，他们应该是对，我觉得蛮厉害的啦。对，这真的不容易耶。如果以我自己在基层运动的投入上面来讲的话，有很多我们自己国内的这种本土球员都会直接讲，我光练球，我练完之后我就累了，我上课我就只能睡。对，那真的是非常不容易。所以就不同的那个程度。他们的练球的话是练135，然后是放学后，而且他们的放学不是我们所想的那种欧美是2点3点放学，他们是5点。对，所以就要付出额外的时间了。那平常的练习的话，在学校就是秀钢。在山上，对他们小游泳池，小的游泳池。那假日的时候，我们前面一直讲到了微风，这边就是他们的主场，他们假日的时候就是来这边练球。对于他们在这边出赛，应该非常的熟悉哦。而且这2队也算是非常熟了，就是自己队伍中的人了。是，看看有没有机会学弟来搭到学长队，挑战看看。现在是上半场的比赛，快要过到一半。还没有人能够来攻破球门。现在在外围的传导，慢慢的挺进到心脏地带，但是没有出手机会，往外传。应该平常也蛮熟的。对，手球就是这样，手球要么是差距非常大，要么就是很焦准。
只要是任何竞技类的运动，都会有这种状况，包括像桌球也是一样。对，然后还有像是我平常还会看到像跆拳道、柔道这种比赛，都是这样。只要你手，要么就差距非常大，要么就是哇打得非常焦灼。对，那现在还算是很平和这样。对，现在还算是大家都是很 peace。不过感觉好像怎么一直有人翻船，艇一直翻了过去，这边又稍微少翻了一下。这次的出手也没有，所以依旧是被看阻止掉。谁打破僵局就会蓝开始。等等再看看第一分，老师你觉得嘞？第一分会是 A 队还是 B 队？这很难讲，球类都是很难讲的。现在球权还是在深绿色，对啊，绿色他都还没有人进到里面去。对，还是给到外围，所以进不去啊。对，如果你进不去，那威胁就没有很大。对，其实，在进攻的战术上面的话，再怎么样，通常会配一个人。现在变得打有点像50啊，就1、2、3、4、5这样子传来传去。在里面，但是还是得要往外面传，因为奖都已经直接举起来。所以他其实那个不要人太多，都在同个地方都没有在做，没有作用。他应该是一个接一个，那个人要跟着跑。是，空间上面还是要打开。不然那50的话，其实就很像是篮球有一个战术叫 motion， 就是切传。但是没有动啊。对，但是没有动，没有动，就等于说是我们在篮球上面会讲，没有人在空手走位。都没有对，没有你空间就打不开。对，球权还是有拿回来。看一下，好，这次是有机会出去，但这次的射门还是被挡下来。有碰到奖，所以是那个角球。你现在还是角球。哇，现在还是在同样的一个半场哦，可以感觉到在深绿色队伍内部沟通要多一点，不然会有点就是都用同一个的方向，然后就没有可以找到进攻的东西。而且上半场现在也准备要进入到最后的2分钟了。然后直接分边，这一次在争球上面球权没有掉。看，再来出手还是被挡掉。好，转换快攻，直接把球往前甩，用桨把球给停下来。有机会，有掌握住球权就会有机会，因为桨还来不及立起来。这次的快攻找到了这一次的射门机会。哇，终于，上半场剩下最后快1分半左右的时间。这球其实队的第一球，2号应该用手接球，他感觉快要来不及了，他手还要操桨啊。有时候要看那个球在飞的时候，你有时候要跟进啊。他球在飞的时候，如果可以直接用手接球，那是比较好的。所以在画面上现在有球权哦，身穿这个是算深绿色的球衣是 B 队，那就是小队，是学弟队。然后刚刚有得分是天蓝色、浅蓝色球衣的这个救生衣啦，是 A 队，那就是学长队。学长队在防守上面哦，没有给学弟任何机会哦。再甩一次，一样是往前甩，接下来是要拼速度了。拿到球的是博安，博安一拿到球之后发现，怎么后面还有人？这次的拖车跟上来，给到了许伯恩，但这次的射门还是被挡掉。这边是不是有个非法操奖吗？这个手势这边是绿牌啊，而且绿牌刚刚我听好像是给到5号，而且是他们自己教练给的，自己教练给的阿飞教练，那给的话是给到林于晨，所以 power play
到这样的 power play， 进去这次的长射，孙若琪原本就已经守了，结果你还少一个人，学长就要制裁你哦。再来看，这次是找到了孙若琪，而且他刚好有一个挺向前的动能哦，把球给对，所以我们讲说你要走炮啊，对，走炮就是你要动啊，因为动的话那个力量会大一点，而且那个变化会多一点。不然你静止不动，我就守，就变大家都在等，我就守你就好了。对，我也就停在原地等你就好。所以本来0-0一下就变2-0了。不过现在的话，学弟队哦，就是 B 队这边是有派一个人在禁区里面了，到篮筐下缘是林炫瑞。其实他在这个位置的功用就还蛮重大的哦，因为你还是得要有人在里面去缴获一下。对，但是他也不能只是纯缴获啦，对，他也要缴获完了还可以变成进攻的。对，最好的话就是他摇身一变，小球塞进去，他反而有出手机会。可是这个对于比较熟悉的学长队来讲，应该是不给机会，打在了门柱上，门柱的下缘。上半场准备要结束，再往前甩来不及，所以 KCIS 的 A 队这个是学长队，在上半场2-0暂时领先。我们也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了。这场是公开男子组的8强啊，7、8名的排名战，是康桥高中的内战。那 A 队的话，在上半场有拿下2分，不过其实上半场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大部分时间的球权哦，甚至可能是7-3哦，其实是在小队这边哦，是在学弟队的手上。但学弟队比较可惜的是，他虽然有球权，但他一直找不到射门的机会，组织不到一个可以好进攻的机会。而且，射门是有这个动作是有出来，但学长队不给机会，这个奖就在前面了，威胁性不够。对，威胁性不够。所以反而是 A 队其实就简单一个长传就1分，然后后来那个球分进来一个走炮1分，很简单，这样就2分。对，所以才会是导致虽然说有大量的持球机会，但 B 队现在还没有办法得分。下半场来看看这10分钟有没有机会。你看现在球也还是在 B 队的手上，不过就是在外围的传导上一直有了，马上讲，马上就来，每次都要这样打脸我。好，这是周宏宇，周宏宇的这个射门周宏宇他今年是高1，对上还有个周宏安。问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原来有2个周宏系列的，不知道是不是兄弟档。不过这2位都是高1，那很有可能会是双胞胎有可能。对，但是是有可能，我也不确定。学长但学长马上还以颜色，还球。这个就是，其实可以从运动科学的统计，或现在讲大数据，其实他之前比如说足球就有很多这种统计啊。对，就开赛前5分钟，或者是那个被得分后5分钟，这个时段最容易被得分的。你是说因为心态稍微有点松懈了吗？那结果可能是这样啦，所以你刚刚看挺球比赛也是这样，就马上得分原本想说至少追到1分差，就现在又回到2分，不到30秒。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就运动科学家做研究，这是真的是大数据，对，大数据统计上，对，真的进球之后，你反而皮要绷得更紧，就好不容易把分数追了回来，但是现在好像又还回去了，就30秒钟没有。刚刚的射门，但是最后是直接射出界，黄心妍 B 队的角球，也是被挡一下，还是角球。来传这个角球的是杨子谦，因为我们大概在看，就是如果用大数据的观点来看踢球比赛，如果你可以赢3分，不要乱搞。所以3分算是关键的魔术数字哦。3分应该，如果你不要乱搞的话，可能就差不多可以一路拖完，差不多不会输了。但也有可能输了。所以现在算是学到了一课，就跟我们在看那个电竞赛事一样 ，LOL， 那有时候领先6000块。但是在今年世界大赛还是有7000块被翻盘的局面，对，所以还是不一定。所以跟那个棒球一样，6比0还变6比9的。对，6比9，昨天的韩国是不是？对，这都是有可能的。但是6分还变9分，这就是我们说啊，运动就是这样，所以才迷人啊。你真的不到最后一刻，你想不到。对，挺球大概3、4分。如果正常的话，正常情况就是他两队的水准都不错，而且这个水准上面呢也相当的情况，你可能领先到3到4分，那几乎就等于是保险分。对，像刚才那个基隆高中对 CPS， 大概好像中间就在差3分。对，大概就是3到4分在跑。然后你想说追回1分，结果又被得1分，马上又被追回了。这两队现在是在2分啊，2分还有的玩，还有得拼哦，6分40秒。球是在学长的手上，不过这边是大力的出手孙若琪，因为这有时候很难讲，因为像户外场地那个球门会晃啊。因为水其实是有这个浮力的，所以这个门不是固定。对，所以有时候你会运气真的很差，就是射框撞住，撞住。对啊，因为我记得有一场，我们2018年去加拿大比世锦赛，我们对丹麦，是整场被丹麦炮轰这样。每个人长射、短射什么射，然后就特别准框，所以我们就那场我们赢了，好像是3比2还是4比3。还是去的时候又把乖乖待在旁边，然后一直放在球的上面，也放在框的上面，这个框就特别关照我们。不知道，也是有可能的，有可能要买乖乖还是什么？这个玄学上面在运动，那科学的尽头嘛，这是玄学了。刚刚的出手是打到了门框的下缘，球权还是在 A 队手上。这次的传球没有接好，要来抢，没有，最后是孙若琪出现在我们的画面里。许伯恩把节奏缓下来，再还给孙若琪，两边在高位，先来组织一下，自己带球晃了一下之后，在中心地带。这次的出手奖是有干扰到，也顺利的有把球权给保护住。接下来就是能不能够传了，再往前丢，谁能够抢得到？正面前进的画面上面是周宏宇，我现在还没有人能够把球权给控制住。好 ，B 队拿到球，杨子谦再往前丢，黄心妍两个人算包夹上来了，夹缝中求生存，再找到周宏宇。分边，林于晨，这个球没有处理好，又没处理好，对。再往前丢，学长队一起当官，分给从侧边跟上来的队友刘子宽，但这次的射门也还是可惜。A 队的球权，那去年度 KCIS 在公开男子组应该是只有报1队，然后最后的话是拿下了第12名，因为去年度还有这个中华蓝、中华白嘛。去年是刚好比赛的时候有那个就是有国家队吧？有国家队，国家队10个就分5个国分2队。就练兵这样。
然后 KCIS 的话是拿神明，所以其实这两队已经是突破了去年的成绩了。但是这因为人都不一样，人都不一样，所以可能这样子比好像也不是没关系，但是学校一样啊。他们主要战场是高中组啦，对，因为他们其实，在高中组就是高男组这边哦，是同样的一支队伍，只是为了要去分别说你现在是公开组的赛事还是高中男子组的赛事，所以就是公开组是用英文，然后他们在高男组这边的话是用中文，康桥高中1跟康桥高中2，但是名单上面一看会是一模一样的。对，因为我们主要是要给他们多磨练嘛。对，上海打个公开组啊，这个是一定的，就是希望让小朋友有更多的出赛经验。因为毕竟如果说在国内的赛事比较少的情况之下，我们反而比较怕的是没有这种临场感。平常练习约的这种热身赛啊，或者是训练赛，跟叫友谊赛啊，然后跟这种真的你在比赛的环境之下，甚至有镜头在照着你哦，那临场感、那张力就不一样了。其实这个真的是有差哦，有差。像我这一次哦，我之前有去播过这个撞球，然后就有选手在私底下的时候跟我聊到说，他平常其实打得不错，可是他这一次就是因为他发现旁边有摄影机，他一上来之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调整不回来。他就算是在中间的休息時間，他有喊，因为撞球也是可以喊暂停5分鐘的時間。他回來之後，他一看到鏡頭，哦，突然間就緊張起來。這可能跟有些比賽，他可能比如說女朋友來看啊，對，還嘗試就射不進。是。這真的是會有差，有沒有鏡頭在拍？有一些選手就是真的特別不習慣，那有一些選手反而是特別享受。像是我突然間想到，就是在籃球賽事上面哦，以前我們說這個高中最強高中生高國豪，他其實在黃萬龍教練的嘴裡面，就算是特別享受這種鎂光燈的球員。哦，所以他有人來瘋，人來瘋也是。對，就是人來瘋啦，對。所以就要看，有的時候是選手的個性，那這個真的就是要靠着你比賽的經驗去有時候會講，就是那個比賽型選手。對，比賽型的選手。下半場的比賽哦，現在哦喲，才剛要講，這個時間已經快要到了。不過馬上就有人破門，這個是學弟，這位是林炫瑞。炫瑞今年是高2，在國際組。所以還是你要有倒球，才會有機會比較好進攻機會。對，我有晃了兩下，前面有2重獎。對啊，所以他那個獎防守位置就把你的那個射門的路線擋住了，所以他球就出去路線就已經不會進了。這其實看起來真的不太一樣，因為這幾個就是4青，U21有去過了，看起來就很穩，比較壯，也對，比較壯也比較穩，對，也不怕你來抄球，這邊也在嘗試看看陳兆穎。陳兆穎的話，就是我剛剛講高2中學部的小朋友，那他也是有參加新北市全民運的哦，他也是代表隊。新北市全民不太好選上，對，因為搶的太多，而且他們畢竟現在就是高中生哦，在前面有很多的這種學長啊，學長們哦，還有大學長，對，所以能夠在這樣子的年紀裡面就選上哦，這個代表隊哦，真的也是一個肯定。5-2。學長已經把分數拉開到3分差了，時間可能是不夠了，對於 B 隊上來講。然後球又被那個學長拿走了。不過這就是拼拼看。沒有，學長拿走球，把它處理完了。不然如果原本在這個隊內哦，如果有比較討厭哪一個學長的話，上去偷推一下。這個一定有的啦。不過這個好像不能公開講。我好像不小心把這個不能說的秘密給說出來，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知道。OK， 心照不宣啊。然後剛剛的射門，這位是林于成。下半場時間倒數，于成是高1哦。哦，其實今天 B 隊進的這3球，我記得已經有2球是高1的小朋友投了。然後下半場的比賽也要結束，最後這場康橋高中的內戰5-3是學長隊獲勝。哇！但我相信學弟隊應該也是把自己最好的表現也拿出來了。對、啊，而且這個
因为已经是7、8名最后的排名战了，所以也是他们在今年度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的最后一场的赛事了。对，所以两队的小朋友都很棒。那这个的话是公开男子组的7、8名，恭喜康桥高中 A 队顺利的拿下了第7名。好，那在本场的比赛转播工作也要稍告一个段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进入到各个这个组别的冠军战，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就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那等一下应该1点多就到了吧？Hello， 不要再靠近了，因为我这边在录影。那个不好意思，小姐，要退后，到这边嘿。好，可以了。等下我就回那个，他说剩下跟你联络。他有传讯息给我。所以你也没有太在意要多精准，因为如果是我，就会问一下。欢迎回来，紧接着要登场的是我们在下午1点20分所要看到的国中组。国中组的这场赛事哦，是胜队拿第1，败队拿第2，那就是所谓的冠亚军战了。来自桃园的大溪国中，他们的队名是野沙队，要面对的是康桥高中的C 队，那这个是国中部的。那康桥在国中组里面是派出了 CD 有2支队伍，而他们在这场比赛的对手野沙队则是1支队伍，来自大溪国中。那以名单上面来讲的话，大溪国中野沙队包括是冯嘉文、李彦文、李宏成、江前伟山、陈兴恩、曾子琪、冯嘉米以及李子成。那在康桥高中 C 队这边则是钟子鹏、郑成浩、王于瑞、张成义、周建邦、杨子贤以及最后是徐杰威。对小朋友来讲，在国中组最终终于进入到了冠军赛，一定会希望在这场比赛会有一个好的发挥。毕竟在这2天，我听说昨天的比赛非常多，而且赛程因为比较多的情况之下排得很紧密啊。
那今天的话呢，赛程就比较少，基本上是昨天的一半，所以稍微可以放松一点点。中午也有吃饭的时间。那对小朋友来讲，能够有好好的休息，过了一晚之后，或许昨天在场上有一些失误的情况，或者是不理想的一些发挥，今天都可以调整回来，而且进入到最后的冠军战了，就是要把自己最好的表现发挥在这一场。那今天也是在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的赛事的最后一天了，所以各个组别也陆陆续续的要完成自己的最后一场比赛，也包括就是每一个小朋友。也还好，今天在整个天气状况上面算是还蛮稳定的，而且算比较凉一点。比较凉的情况之下，其实在场边看比赛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因为这边在河堤旁哦，所以不会有什么这种所谓的遮蔽物。那我相信，无论从这个桃园来，还是这个康桥的这些家长朋友们哦，都是可以来到场边来为小朋友来加油的，而且也可以看一下小朋友在平常训练之后的这个成果。但我自己在基层服务的这个想法上面来讲的话，我会认为这个胜负哦，反而是第二件事情，真正最重要的是享受比赛啊，然后好好的把自己的训练成果给发挥出来。因为在每一个环节之上，其实我相信小朋友平常都花了非常大量的时间，就是希望能够在比赛的时候有好的表现，甚至是就是因为喜欢这项运动，所以大家才会聚集在这个场地上。紧接着就要看看等等的国中组的冠军战了。那康桥高中这边的话，因为他们算是国际学校，国际学校其实在年级上面的话是7、8、9，然后10、11、12年级。所以像我刚刚有提到的，他们的学长们哦，这个高1到高3，这个是我自己去转换到了我们国内的学籍。如果以他们在康桥上面的话，其实就是10到12年级。那 C 队的话呢，则是以9年级为主哦，是全部的小朋友都是9年级的小朋友，包括钟子鹏、陈浩、于瑞、陈毅、建邦、杨子贤跟杰威，全部都是9年级的小朋友。那扣除掉杨子贤跟徐杰威哦，剩下的所有球员，其实在小学的阶段就有在训练了。所以对于康桥高中 C 队来讲，哦，这个队伍等于是收割年哦，因为毕竟这一路从小学这个默契都培养起来了。所以这也是算是康桥，因为等于说是完全中学的这个体系上面呢，你有很多的这种运动项目是可以一路从小学阶段就衔接到国中跟高中哦。对，这样也有资源啊，因为你从小看学长，以后变学长。对，没有错。这场比赛也准备要开始，在赛前这个教练哦，还可以跟这两队的小朋友来做最后的叮咛。这个时间点我也在好奇一件事情呢，蜻蜓水球比赛是不是没有暂停可以来使用？那个对，教练不能吹暂停，教练不能主动的来喊暂停。所以就等于说，就是赛前你叮咛完，然后接下来你就要等中场的那个3分钟，或者是你比赛之后叫那个后面预备的球员跟他讲，你可以跟预备球员讲，然后等一下换，然后换上去你叫他们做什么。OK， 这是理。所以会不会有人就变司令官？我只是上去要交达失误，然后我就要赶快再下来。应该还没有啊，那个可能是队长冲下来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然后教练可能稍微沟通一下，只是叫他上去等一下打这个，或者是像刚才如果说3分差、2分差，那教练说你上去的时候，你就要叫大家做什么全场盯人或什么，他可以这样指示。但是就是不会像我们一般在看比赛一样，就可以直接就纯叫一个这个暂停下来，没有这种 time out 的时间。只有主审可以叫暂停，主审叫暂停就是可能球就死球时间，对，球可能被射去很远，或者是有人受伤，或者有人翻船会没办法翻回来。比较危险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小朋友是可以像现在画面上这样子，是聚集在教练周围吗？如果是像刚刚那种死球时间，是裁判老师所叫出来的暂停，
这样他会死得很惨因为裁判叫他他状况解除，他就开始啦。哦，对，他就来不及回来了，不用跟你讲啊，因为那是裁判的处理，你自己要回去。所以其实小朋友还是得要待在这个对这个你的场地里面。对啊，所以这时候教练随时比赛就会在教练可能讲说你要动啊，因为万一冷掉，对，你会冷掉，你会注意力没有啊。如果是在艇上面，要如何去动，然后来保持自己的热能？因为像桌球的话，你会看到那个选手会跳，对啊，所以滑一下，他们也是跳吗？滑过去，滑过来，滑来滑去，哎呀，就让自己保持是一直有在这个超桨。对啊。这场比赛也准备要开始，表定的话是1点20分，所以现在这两队还有一定的时间可以来做热身。所以老师，我刚刚也稍微有聊到，就是在康桥这边算是完全中学，但大溪国中这里呢，老师大溪国中它就是国中啊，对，就是纯国中嘛。然后野沙队，那这支队伍它大概是多强？它的强度它蛮强的因为大溪国中它就有一个叫做什么小沙队的，一个叫野沙队，听起来野沙好像比较厉害嘛。野沙在水里面就霸主，对，小沙就是刚进来吧。他们也是有2个对他们也是有2个队伍。那野沙的话就学长，看起来先从小沙，然后慢慢长大变野沙。对啊，就可以去咬人家。而且他们还故意是用“野”这个字，不是大沙鱼。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野沙代表这个小朋友开始要出闸了。野沙也不好啊。我不知道。教练觉得小朋友到了国3的时候要管不住了，9年级要管不住了。不然我们叫金沙。金沙比较贵重。如果他们这场比赛赢了，可不可以改？变金沙队？看他们教练怎么改。金沙好像也不错啊，就变成巧克力被吃掉这样。变成康桥要把这个金沙给吃掉吗？现在就要玩这种语言游戏喽。这是台湾的谐音梗，对台湾最爱的。野沙队，对啊，所以就是那个台湾目前进行水球就大概几个重点，对，像台中或者是像康桥，或像大溪。这就算重点学校。大溪国中，他如果想要继续玩，他就去念大溪高中啊。大溪但是如果只走大溪高中这种一路的体系就比较辛苦，因为蜻蜓很多项目他可能要兼项。他竞速或者是激流或者是所以康桥才比较集中在玩艇球。OK。所以大溪高中那边也有蜻蜓队，然后他们的蜻蜓队里面就蛮多项目的。对，竞速也有，激流大溪国中也有了，大溪国中也是竞速。那他们平常会在哪里练？那个如果竞速的话是在龙珠湾。龙珠湾就在石门水库边里面所以还蛮漂亮的但蛮漂亮的，秘境。他们其实不是爬山，他是下水因为他那个山要那个水库如果没水的时候，他们要走很长的楼梯才能到水面。所以是退就是爬下去，那个腿力训练，没有水的时候很累。所以他们都要祈祷，一上去看到的时候是水是快要满出来。对，这样就可以不用那种爬来爬去。国中组的冠军赛正式开始，野沙队面对康桥高中 C 队。所以也是面子问题了。面子问题了。谁才是国中组的霸主？对，因为他们国中都有嘛，然后上高中，像今年就是大溪高中赢了康桥高中。所以他们的战争是一路从国中这样一路打到高中。所以今年的那个 U21 的男子队，大溪的人就多了一点点，因为大溪拿到主导权。还是他们大溪国中的小队叫小沙队，然后大队叫野沙队。先看一下场上，先有得分的机会，粉色救生衣的康桥高中 C 队，应该野沙跟小沙都是国中啊，然后高中变金沙，没有高中，可以跟他们教练讲，建议一下，既然都要是鲨鱼，就一路杀到底吧。那刚刚的话，这个背号要谢谢教练帮我们拍了回来。背号3号的郑成浩，4号是周建邦，5号张成义，6号钟子鹏，9号杨子贤跟10号的王于瑞。所以康桥高中虽然说我刚刚在选手的名单上面介绍比较多人，不过这场比赛的话是6位选手。那另外一边的大溪国中的话，则是1号的冯嘉文，2号李彦文，3号的李宏成，4号张前伟山
5号6号曾子琪，8号的冯嘉米以及10号的李子成。所以他们人好像也没有来满。不过他们是报了8个人，那就是在名单上面是报好报满的，因为原本就是只能报8个嘛，可以报10个，但是在初赛的名单上面就是8个嘛，对。所以大溪国中这边最后是选了这8位选手，对，来出战这场冠军战。国中生跟高中生比较复杂，他可能是有的是被教练处罚。哦，对，因为在这个学校的成绩，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功课没写，对，功课没写，或者是他训练的时候调皮，然后因为他们国高中可以比赛最开心，所以教练就用这招让你这个杀伤力是最大。什么罚站没有，那小朋友无感，直接不给你比。对，罚写小朋友无感。对，但是你一跟他说你再不交功课，你明天的比赛不能出战，今天晚上就赶出来了。对，这就是小朋友。但是我每次都觉得听到这种事情就觉得还蛮可爱的。对，而且通常这种小朋友都会跟在旁边，所以我都会想上去问他说：“你为什么不交功课？”因为就是就调皮呀。好，所以现在的话，康桥高中 C 队是已经拿下1分，现在赶紧往后滑，要把球权给控制住。哦哟，不过稍微挺是被挤掉了。哇，球权再回到康桥高中 C 队的手上。对，有时候在边线的时候，在抢球的时候，可能会被那个什么边线这浮筒撞回去。对，所以这个其实，在边界的时候，我们就在正常情况，我们也是不希望他们在那边抢球，因为比如说有时候在游泳池训练的话，那个游泳池的边是硬的，但就会受伤啊。哇，康桥高中 C 队梅开2度，再把球送进球门里面。再来看一下是谁，周建邦。哇，因为他其实原本一直在看有没有人是可以传的，就会默默的就跑到这个点里面了。他还射远边的，对，很厉害，这个头脑蛮清楚的。我原本还想说是周建邦在助攻，就他就是射门的人。对，他有在看那个球门跟那个对手的位置。现在又是康桥高中的机会了。康桥高中一路的向前挺进。现在控球的是周建邦，再分给队友，队友一样是靠着向前的动能，不过这一次是有被挡下来。直接往天空甩，前面已经有双箭头，而且完全没有康桥高中的选手，单刀直入，最后将这一分给拿到手。曾子琪，这一次的快攻反而就是康桥高中 C 队这边算是在位置的交代上面就赶不上了，被找到了这个chance。球直接往前送。2比1，1分差。刚刚老师说在运科大数据统计上面30秒钟，差不多30秒钟，现在要来注意一下这30秒。再回给外围，直接做射门。不过这个球线比较长，中间有很多只桨。野沙队的球权也是直接往前甩，不过这一次康桥高中是已经有球员先回到了自己的球门前。野沙队选择把节奏给慢下来，要来打阵地战。因为像刚刚讲那个外国选手，他的背力、扛射能力都很好。有时候东方的亚洲队友跟他们对阵的时候，有时候一不小心，那个得完分以后，还可能在庆祝或还回防，他就发球直接给你长射。对，因为他们大概10公尺、15公尺，那个都是家常便饭了。而且其实我觉得球类运动有一个不变的真理尤其是球类的团队运动，就是你传球一定会比你自己带来的还要快。对，马上平手了。2比2，结果这个30秒，马上被回归来。有时候你都知道他要来射，你就是被他射进了。对，所以这个就是球真的
你不知道会怎样。被追平不到30秒，现在康桥又把领先的优势拿回来。钟子鹏是由郑成浩来助攻。要来把球权给控制住。看学生的比赛真的就比较不一样，国中小我隐隐约约就可以从现场的收音里面听到这个家长在旁边喊来喊去。啊，每个人手机都拿起来，是有转播画面的啊。其实这场比赛应该是可以直接看，还是自己录的那感觉比较真切。好，找到了这个小空档，一下又2分差。周建邦。我刚刚好像隐隐约约听到那个声音的人到底是谁了，刚好画面有带到。哇，那彰化又回到2分差了。不过上半场其实节奏算蛮快的哦。再来看一下这个重播。这个是前面，这个是第1分吧，还是第4分？没有第1分的话，他反而是打到右边的门柱反弹进去，所以是第4分。对，第4分，周建邦都是在这个位置。哎呦，撞住！而且有人在拿到这个球之后是翻停。球权再回到康桥高中 C 队的手上，直接往前甩。周建邦比了一下之后，不过被讲干扰到。刚好趁这次的空档，老师，我们刚刚看到了有很多次爱斯基摩翻滚，这个到底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学得起来？那不一定，你看人，有的人马上就会了。那通常会是怎样？他是很有天分，还是他有诀窍？有诀窍啊，但是有人就是比较快能够掌握到那个诀窍。对，因为我教过很多一样是游泳选手，因为有的他看一看就会啊，有的教半天游泳选手也不会，就是起不来，对，没有办法爱斯基摩翻滚一下。所以这个也是真看人的。我刚刚突然间看到他这样整个倒在下面之后，注意到他，还突然间想到，这个动作对。所以可能一次就会，也有可能需要花一点几个礼拜会。我其实真的不是想象中的那样，不是好像只是会划个艇就可以上来玩了。所以他技术多啊。对，他其实有很多这种妹妹嘎嘎的地方而且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冰球或者是一些什么直排轮什么的，你是要先掌握你所有的技巧，你要让你像现在他们在这个操桨，然后再划这个蜻蜓，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一样，你想要到哪里去，你就可以到哪里去。对啊，所以有时候有经验的教练，他会根据不同的阶段设计的课程比如说那个我们可以开课表，所以如果都很会，我们就是不想要你运球。对，我就你这次比赛这次练习就给我传的，如果你运到球就翻滚个5次这样之类的啦，他可以。所以爱斯基摩翻滚就可以拿来当成那个惩罚，对，直接翻5次。要不然就那个折返跑，那个叫做折返滑。折返滑，那个也很累。所以你们有17趟，不止21趟你们不止，随便。哇，难怪上半身每个都这么壮。康桥高中又拿下第5分了。3分差，前面也有提到3、4分，大概是在蜻蜓水球比赛的一个关键分差。来到这个分差，这个魔术数字，这边是假传真投，视线是往左，但是他的手部动作没有停下来。学长看太多就会做出这种，都学长这些其实今天我相信这2天都一直在看，看高中学长，再看这个公开组的大学长是怎么打球的。不过这两边的得分能量都不错，上半场现在总计已经有7分了。对，但是还是要组织比较好得分的，不要如果是只有单就是很单调的进攻，那不太好得分，因为你没有把那个防守的桨骗开，或把那个传位置骗开，然后球也塞不进去，人是直接挤上来咯。对，所以现在就是好像都卡住，好像一直找不到出手机会，想要再传，不过传的这个位置好像有点尴尬，对，就危险，就变人家的。
然后就15秒，又回来吗？上半场最后的时间，康桥高中 C 队现在是不断的要向前传，看能不能够快速的进入到狙击范围，要出手了，奋力的一丢，算不算？现在要看算不算。边审，哇，最后是算的吧？我看那个3有举起来，哇，那这样的话6-2，中场结束。康桥高中 C 队这很伤，拉开了4分的差距。最后先来看一下，哇，原本还想说时间要不够了，枪响前压哨的出手，然后所以中场6-2，康桥高中 C 队哦，在这场国中组的冠军赛里面暂时领先。我们也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对啊，吊脚，对，这么大的。大溪国中野沙队面对康桥高中 C 队哦，在国中组的这个算是最后一场两队的赛事，4分之差。现在要进入到下半场，我想上半场真的有很多精彩的画面，而且这两队在得分的能量上面都非常的不得了。在上半场的10分钟就可以拿8分，总计拿8分哦。那康桥高中 C 队最后的那个算是 buzzer beater 吗？有这个用语吗？在蜻蜓水球里面有。刚刚就是 buzzer beater 吧？但是因为他上半场啊，上半场，那如果下半场就真的才是真的就是 buzzer beater。OK， 上半场最后真的是压哨前哦的一个出手。这个在4年前的花莲的全民运的最后一场，就是基隆对新北，就是那个也是最后也是压哨球啊。所以那个基隆市就第一次拿全民运冠军了。哇，压哨球真的是，我因为压哨球输掉，心都特别闷呐。不过下半场不到30秒的时间，康桥高中已经先拿下了1分哦，7-2，这个分差是渐渐的被拉开来。然后我们刚讲，我们那个 CPS 绿牌来喽。对，要看裁判判什么。6号。红队的6号，但是场上是有粉队跟红队深红色，所以应该是要判在野沙队这边的6号。那应该出去了吧？对，野沙队的6号是曾子琪，就出去了。对，曾子琪现在要先出场2分钟。康桥高中 C 队的 Power Play。对，像我们现场这一场的那个主审裁判陈龙达，他也是之前的日本杀手哦。我们在亚锦赛好几届前的亚锦赛也常常做出这种绝杀球，哇，绝杀球！但是这个 Power Play 成功了，这么快！桥高中 C 队，哦，真的是每个都好强啊！8-2，这个真的有那种金牌队伍的 feel 啊！周建邦今天是不是也帽子戏法？他是不是也得蛮多分的？应该有分，会不会是超过啊？有可能。我确定他至少进第3颗是没问题。哦哟，这个场，这真的没有30秒，真的没有30秒。好，哇，这个其实蒋是有起来有干扰到，可是可惜这颗球就是想要进球门，而且这是女生嘛。哇，你看蒋是不是其实有干扰到？她是长头发没错。好，我看一下，这个是江前伟山，女生。
他姐姐是U21女子的国手啦，所以他国中以后也有机会了。那他姐姐有在我这次的名单上面吗？江泉玉安，看有没有在那个有在队伍里面吗？我看的时候好像没有注意到。高中女生看有没有？啊，等等，我们再看看那个高中的女子组。哦哟，大号3分是不是？对 ，logo 下但就是尝试看看了。所以都射，其实国中就已经都射得到10公尺的球了。但是还是要学一下棒球，那个要保护一下啊！对，那个不能投手保护，不能练太多。对，不要你那么小就把自己的身体给操坏。因为那个坐姿的长射，你没办法射太多球。哦，因为其实那个对身体是会有负担的。没有，你肌力跟协调性要慢慢的长大。哦，你可能一天练个10球，1个月以后再练个15、12球、15球，这样慢慢，然后距离可以拉远啊。OK， 不然有的要尤其自己队友要比赛的时候，你谁射到，我就要射比人家，就用力，那个就会受伤，代偿就出现了。不然每个人都想成为雷射尖啊。对，那雷射尖真的很厉害，切大枪直接抓沙本嘞。但是就是也不是人人都有，对，没办法啦。所以就是这个长射的，就一直练到像公开组那个，比如说那个基隆高中的那个萧伟成啊，还是赵子欣，他们那个长射就在该用的时候一刀给你杀死，对，就进了，一刀毙命，进才有用。哇，这个距离。这样子可以吗？可以啦，这个可以吗？手不要坏掉，手不要坏掉。我们要但是其实如果以国中的话，还是需要保护一下。不过这颗球真的漂亮，刚刚投出这一颗的是曾子琪，那这个也不能，他这个应该算投吗？还是就是直接直出来啊？投了。我们就是之前找女生打挺球，都会问她打人会不会痛。为什么？这样球才可以射出去。打人会不会痛？那他怎么知道他自己打人会不会痛？我就问他有没有打男朋友，会不会有没有这样问的有没有用力打？因为我们很多女生，她射门都会这样子，稍微会丢一下，那个手会软，抛物线，我就说这不要练好了。所以其实你们教练在选材的时候会特别注意到，对你这样子甩出去，像甩毛巾这样甩出去，这个动作球才会加速啊！如果你这样子射，有抛物线的话，其实就可能对教练来讲就比较不合适。因为你这样射出去，那个就直接跟你拼了，这样比较快。有这个力气的话，他再来投变速球，那个还比较有可能啊。所以刚刚那个算是射，还是算是有抛物线？应该算是射了。国中生还有很多成长空间。对，因为其实身体也还在长，尤其是以男生来讲，所以身体在长，所以还是老话那句，要多睡觉。对，那肌肉长高，对，肌肉才能长好，而且身体才能好好的修复。我有再来尝试一次，不过这一次是越过了，都射得到啊。对，所以射得到，所以是不是要再把你的那个位置再往后移？他那个不是他那个就是没有很连续，所以他球是抛上去。不然他只能像这样射下去，他球会最后的手腕扣下去的话，平射炮出去就会进了，平射炮就吓人了。OK，所以这个如果再往后就会太高啊，就不到。4分半左右，双方是4分差，高抛，再分给另外一边的队友，中间结果又是找到了建邦，所以他应该不止3颗，不止了啦，光这一颗再进来绝对不止了。但防守人不见了。但是我觉得他也是还蛮会用眼神在骗人。你看他这边，他好像心脏地带前面有3个人，所以他没有要出手，所以防守才没有。对，防守就想说你一定要传，结果我发现你没有在注意我就投了。对啊，代表他其实是有一直在阅读这场上的局势，他视野是好的。对，这个谁最好就是吕清浅毕竟跟阿飞教练是朋友，吕清浅是主将，几十年的做国家代表队主将，对啊，他那个视野也够好的，对，都可以来传授一下。虽然体力比较不好，这算是爆挂吗？
没有，这本来就是体力众不好，所皆知哦，体力没有那么好。但他经验真的很好，而且你不能放松，一放松你就会致命。就我们通常会讲这种球员是他很会玩球，对他不止在打球，他其实已经在玩了。在场边的教练越来越兴奋，康桥距离这一座冠军也是越来越近。不过大溪国中野沙队不断的是上演这种球路，好奇怪，而且好像都是曾子琪耶，对不对？这颗又是曾子琪，我们上一次看到 logo 笑好像也是曾子琪。好啦，代表他真的是有那个能力的。有啦，但是就是那个成人组的长射跟国中组的长射好像还是不太一样。对，当然啦，这个 level 会不一样，甚至到成人组，我们国内的长射跟欧美的长射也或许会有点不一样。欧美的更远，欧美的30公尺都射得到。对，9-5，2分半左右。现在康桥高中是可以打慢的。所以，就野沙队也知道这件事情，会比较积极的来做防守，但是时间有点不够。对，时间上面的话算是快要来不及了，不过还是要拼拼看。现在就是你在防守端上面一定要是积极的，你不能让康桥高中这样慢慢的盘球。对，因为4分差2分钟不太打不到。想要再送上一次遥远的祝福，但这一次是没有祝福到。胜利女神现在已经是站在康桥高中的旁边了。康桥高中是有余力可以这样慢慢带球，甚至是到阵地战都 OK。所以他大溪国中他如果回到防守就已经这场就已经没有了。对，他应该要去抓全场。因为4分没办法，1分多钟，甚至是康桥高中，我不惜把1分钟都耗完都 OK。对，野沙队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这样，你在防守端上面积极，进攻端上面尽可能的赶紧让球是到你的狙击范围内。对，所以他应该要盯上来。康桥高中是直接把全场都用好用满，所以球又射出去以后，拿到要重新发，又就这个时间就没了。这时间真的是1分1秒的在走。剩下最后1分钟了。对，他也没有抓，也没有抓。我前面其实大概5分钟左右没有抓，就是渐渐的是来不及。对，像现在就都没有抓，就应该就是这样了。现在就尽可能的不要让康桥高中把分差给拉开。好，送他箭头来，曾子琪用桨把球给拨起来，然后再用手自己一个人向前，双手将球给送进球门里。30秒，其实时间基本上是不够的，现在真的是要有奇迹啊！他现在的选择就有点错误了，因为6公尺你射进就要射进了，就是你尽可能的去缩短你在进攻端上至少还要多个几几秒，对，要不然3分差20秒给你玩看看。好，康桥高中这次的出手没有这样子，然后14秒的时间，野沙队应该会想要再拼拼看有没有最后这1分啦。不用了啦。还是挡下来，不过球权还在康桥高中 C 队的手上。倒了一下之后再出手，还是有挡下来，但最终我们要恭喜康桥高中 C 队拿下了在本届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国中组的冠军。但这场比赛这两边的得分能量都是非常非常棒的，9-6，总计拿了15分啊！所以防守就不太好了。那野沙队这边虽然是最后没有办法来拿下胜利，不过我相信观众朋友们对曾子琪他的这个投射能力是非常有印象的，对，有潜力，对，有潜力。那最后的话，康桥高中周建邦我今天真不知道这9分里面他到底拿了几分，接近1半的分数。你看这个家长朋友，因为小朋友真的很棒所以最后还是流下了兴奋的眼泪。恭喜康桥高中 C 队国中组的冠军！好，这场冠军赛过后，我们同样也是收作休息，等等回来，精彩的蜻蜓水球赛事持续的来观看了。
是2个店。对。撑死。还好3点还有3点。对啊。28很快，28很快啊，28用那个。桥正下方，白色货柜的左被系统挡住，白色货柜的左边。不是那个有一个，那个不一定，因为10号10号，两边都有。如果骑过去买不了咖啡，要鸡蛋。你要这个美式。没有啊，那个斜坡是可以骑上去的。我说我双手骑不能骑。它前面不是有挂钩？我们拿那个杯架盖住，对不对？对，不然就是2个。应该买点杯架。他去买咖啡。
高中女子组最后的冠军战，大溪民雄联队要来面对到是康桥高中。那这个是康桥高中在女子组的1队哦。那这一次其实准备了非常多关于康桥高中的这个赛事的选手的资讯哦。特别要感谢到就是在康桥高中的鲑鱼老师还有斗鱼老师哦，这2位老师真的是给了我非常多的资源。那这场比赛的话，康桥高中这边在选手的名单上面呢，包括是杨怀婷、毛玉文、林品彤、张可凡、鲁玄喜以及梁家瑜。那面对到是大溪民雄联队，那他们的选手名单是江前玉安，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姐姐，对，然后跟李思成、江前伟山，哦，这边还有一个同一个啊，江前伟山国女她要打。OK， 然后还有陈新恩、何立慈跟吴焕堂。大溪民雄联队，民雄应该是嘉义，对，然后大溪是，所以这就是桃园，就是玩青年的好处，就是可以交朋友。哇，这个从北交到南，是不是？对，而且可以不止新加坡都来了，也是啦，新加坡这边呢也是可以一起交朋友。要不是那个英国的女生回家了，英国上礼拜还是上礼拜有来3个哦，他们是世锦赛打完就什么日本、台湾、香港。顺便玩一圈 ，OK， 就是刚好来了，既然都出国了，那就是稍微游玩一下。他们所以欧洲的有很多计划很多的，是就是打球交朋友，来这边找你们台北有谁来一起来找几个就可以玩的，对 ，happy 一下。好，那康桥高中这边的话，这场冠军战，那我想他们这一支团队哦也是非常的完整，包括毛玉文跟林品彤。那毛玉文的话，我特别先讲一下，他是2023年我们亚锦赛铜牌的其中一位选手，也包括了是台北市全民运的代表选手。那在这一支的团队里面哦，除了毛玉文他是没有在今年度去世锦赛以外，女子队其实基本上就是这支代表队伍了。那最后的话，在世锦赛，对这个班底，在世锦赛里面呢，第8名，世界第8。第7是澳洲女生。对，那其实我赛前的时候，跟我刚刚有提到的这个鲑鱼老师在聊的时候，他就有提到，其实以这个高中组的战力上来讲的话，也不一定每一届的女子队伍都可以报到这2队，因为现在是康桥高中1，所以代表他们有2。那物以稀为贵哦，其实女子选手还是比较少一点啊。那就是变成说，你每一届都要去观察，然后每一届都要看看你的球员到底有多少人，那才可能去成队哦，所以也不容易。那偶尔可能报1队，偶尔可能报2队，就是每一届要再陆续的看。对，因为可以玩东西多嘛。对。说如果女生有人家里喜欢她去弹钢琴，什么拉小提琴，她就不会来玩这个水了。是。那他们的队伍里面的话，6位的选手里面刚好一半哦。
杨怀婷、毛玉文跟林品彤是11年级，所以换算成我们国内的话是高2。然后张可凡、鲁玄喜跟梁家宇的话是10年级，那就是换算成我们国内就是高1。特别要提一个人，他其实是在2队的。康桥高中的2队有一名是11年级的学姐，叫做张端成。那他其实是陆陆续续一直都有在练，可是就是断断续续，偶尔可能就是会有其他的引诱。那但是他毕竟他就是跟像怀婷啊、玉文、品彤就是好朋友。那这些好朋友现在也都还是投入在蜻蜓水球里面，而且甚至是出国回来了，所以可能也是让张端成突然间有吸引到他，也想要跟朋友一起拼拼看，所以他现在也回到了球队里面不过因为在这个战力上面，所以目前是安排他在2队，所以才没有在1队上面看到他。而且好听到的好消息就是10年级跟11年级嘛。对，代表明年还有，明年才真正的收割年。11去12就算了，那个3年级那个高3可能要准备什么考试？对呀，要升学。但至少10年级是有的。对，因为前面我们也看到，在国小端也有康桥的身影，然后到了国中端也有康桥的身影，到了高中端那就是主力军了。就一路这样子，我刚刚也讲这个金字塔有建立起来，那一路的延续上来，也包括是在同一个体系上面，其实教练在训练上应该也会比较容易。对。那这一场冠军战大溪民雄联队面对康桥高中，来看看究竟会是谁拿下在这个锦标赛里面的高中女子组冠军。要来争夺这一颗球。8号是何一池吧？我2队其实在名单上面都是报6个人，这样一看的话，张前伟山4号，然后陈新恩5号，张前玉安6号，李思成7号，何义慈8号跟吴焕堂9号，这个是在大溪民雄联队这边的名单。另外一边的话，原本就是6个人嘛。那1号鲁玄喜，4号杨怀婷，5号的张可凡，6号毛玉文，跟8号梁家瑜，还有10号的林品彤。康桥高中的球权，左看右看，最后是找到了在身旁的队友梁家瑜，又要再给到外围。不过到了女子组好像就没有这种投射能力可以直接出手。其实不一定还是有机会看到。不过现在都是在外围在找机会，然后渐渐的靠着人是往禁区里面压，希望把出手空间给压出来。在场边我怎么听到有人在嘶吼？这个场的吗？对，是这个场没错。等下看镜头有没有给过去。60秒到了吗？应该是男子组的队友们啦，男子组的队友刚好是坐在另外一边这个球门的后方他在这边嘶吼，要提醒还蛮可爱的不过我相信他们一起练球，所以大家的感情都不错啦。对，所以是非法用手犯规，非法用手。这个裁判蛮帅的。球权还是在大溪民雄联队这边。有哪一个是不帅的？老师也蛮帅的，对啊，主播也蛮帅的。没有，我的话还差了一点。进了，奖都被删掉了。不过最后还是把这一颗球给投进筐里面。吴焕堂其实蛮厉害的其实他花莲体中的花体的而且他是龙舟才有去菲律宾比龙舟世锦赛的那他的身体的协调性一定是很好的，他操奖上面一定是非常稳定的。对，但是其实也没有很稳定的，因为他玩太多项你不太可能每项都在高中界。他还有什么项目是老师你知道的？竞速所以他而且他还划7万的。然后水球，然后龙舟那都是在水上对啊，但是高中你不可能每项都对啦，你渐渐的，而且你的等级越来越高的时候，其实你就越来越专心对，真的，像我们很常去听到，譬如说像 NBA 的选手，以前可能是双7，甚至是37，那真的是 Jordan 去打棒球就好像比较不好了。是的，没错，好像一直上不了大联盟。自己买一队比较快。对。不过对啦，其实以学生阶段上来讲的话，
我们基本上也还是会鼓励学生可以多多去尝试啊。对，但是有时候要看人啊，像那个玉汉这个里面有一个蔡书涵，我就禁止他打这个，结果他还是偷偷跑来了，然后现在被你看到，他还只能跟我打招呼。哦，他刚刚已经有遇到你了，是不是？他如果没有打招呼，你就试试看。那你为什么不？没有，因为他希望他其实来头更厉害，他是亚青，希望金牌不是国手。玉汉蜻蜓俱乐部的蔡书涵，对我说你专心，对，既然已经有拿到成绩了，那可能真的是专心。因为但或许他就是爱啊，那爱没问题，但是而且他旁边有队友我知道啦，这从我们看了20-30年啊，为了你好，你一定要先划希望，苦口婆心因为怎么讲，你可能那个 off season 就是冬季可能加减玩一下。因为你那个不会强度太大，但是如果你没有专心练这一项，如果假设我突然推你翻船，然后你很紧张要上来，那你的肌肉不是在这的肌肉，你可能会做出很奇怪的动作之类的。对，就我刚刚前面有讲到，你肌肉会代偿。对，他会那个，比如说他不会翻船，他可能做的时候之前曾经有遇到过这个问题，那个shoulder的那个关节有半脱位还要送医院我好不容易有个亚青金牌，你给我这样搞，真的是苦口婆心。但是你在那个非比赛期是可以做一些这种训练，可以算作是加强周边其他地方的小肌肉的协调性，都很多理由可以讲。对，但是该做什么事，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那个真的要下定决心啊。不过老师你提到了一个关键点，其实就是在不同的运动项目里面，尽管我们看起来好像都是蜻蜓，但是它所需要的肌肉的这些的肌群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的小肌肉你的协调性的训练，其实因应不同的项目会有不同的训练模式。对，而且在不同的地方啊。这次的长射，所以你看这个球是射得到的，像现在高中女生是可以的，能力都比之前强。但是我们要看内卷啊，现在就内卷了。我们看远一点啊，我们世锦赛这一次输了，我明年下一次再去，我不一定要输啊。对，我要想办法让最好的状态去比下一次世锦赛。今年是已经有到第8了啦，其实。好，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大溪民雄联队现在是拿下1分，不过双方也仅仅就是1分的差距，1-0暂时领先。我们休息一下，稍待回来了。1分什么都可能发生。可以去打那种就是大，我不是有开了吗？对，有上次都有人去的，对啊，一定要礼拜5就去，或者是礼拜4那个对啊。上次去塔家那个是你在那边，路边，我是上次以前去我是。康桥高中面对大溪民雄，这是在高中女子组的冠军战。那上半场的话，仅仅只有1分差。老师刚刚有讲到，这1分随时都可能翻盘，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下半场的10分钟就要来看看康桥高中1队
这个是他们在女子组的大队有没有机会把这场胜利给拿下来？而大西民雄联队这个是以交朋友为主，从南部可以交到北部的朋友，北部也可以交到南部的朋友。而这个联队在现在的冠军战里面是领先的一方。他们上半场其实以得分上面来讲的话是比较困难一点的。刚好跟我们上一场比赛有点对比，我们上一场比赛那真的拿太多分数了。男生跟女生不一样，男生那个拿起来射就会射门，女生是可以射，但是不一定会射进的。哦，而且他们的节奏也比较慢一点。不过其实以我们刚刚在报这些 title 的时候，康桥高中的名号可能会让我们比较有期待，毕竟他是班底。不过以现在比赛的内容上面来讲的话，好像没有这个载智力。也不是这样，其实有些爆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老师，你像那个国立基隆高中，他报国立基隆高中，你以为他高中生吗？哦，他学长，他们是学长比较多，母校嘛，母校想要放在心里面。对，但是有一些他其实有一些title他没有写进来啊。哇，这样的话就会让我想那个我们前面看到的 CPS。他怎么不写康桥嘞？没有，我干嘛？母校没有放在心里面。没有 ，CPS 是老大自己创立的，好不好？老大自己创的。好，8分半左右的时间哦。现在的话，康桥高中还没有办法来突破球门，这一次再来，但是中间有奖。而且高中国中女生跟高中女生还很也不是很喜欢，就很有意无意的射门的时候，就是射人家的奖。奖在哪里，球就会跑到那边去。然后1对1的时候也会射他的奖，所以守门员其实他奖也没动。反正我就是这边一个标靶，他就没动，然后你连那但是射门就很容易就往他奖射。这跟他们接下来如果真的都是高中生毕业之后，他们会去做一件事情，叫做考驾照。考驾照一开始不是要去练那个怎么骑摩托车吗？就很容易就是你就是去撞他，教你的人在哪里，你不由自主就会朝他那边骑。不，这就是一种习惯啦，因为你一开始你会想要有一个标的物，你会想要瞄准一个东西，不由自主的球就是会往那边送。而且其实人在紧张，先看真的是这个射程是够的。刚刚出手的这一位是江前玉安，所以他其实。玉安是姐姐，玉安的那个出手的那个角度是有，但是你要准啊。对，现在就是在准度上面弹道还不对，但是力度 OK。我们刚刚看那个国中男生还是高中男生，那康桥那个他就会射一个远边的嘛。对。那个，其实今天真的看到好多优秀的小朋友。翻了。再赶紧的翻回来，这其实我们而且他的奖嘞，奖就掉了。他现在是不是还在找他的奖？他的奖在旁边，我现在看到了。有一个快攻机会，看我们跑出来。快攻机会，跑在前面的是江前玉安，自己一个人往前甩，自己在带球，跟在后面的是毛玉文，不过无法阻止，来不及，2-0了。其实我们有一点可以比较骄傲的，就是去世锦赛的时候，到最后几天那个我领队的群组，因为我是领队的，领队的群组大家都在开始抱怨了，就大家在问说你们有没有其他队员肚子痛？怎么了？有人吃坏肚子吗？就全部就开始什么队都来了，都说他们有严重到就要只好去送医院这样。然后他们自己其他领队就自己做了一个小结论，那可能是比赛的水因为教练跟领队都没事，只有选手开始都拉肚子。为什么会这样？水质上面可能是对，因为他们也是户外的场地，德清那个是在一个会展中心外面的那个湖泊，那湖在那边玩了4-5天。开差不多中了 ，OK， 所以每个队最后好像都是拉肚子。
其实因为这次在巴黎奥运好像有类似的状况，可是不是说就是有人开始身体不舒服，而是要预防会有人不舒服，所以那时候是铁人的这个项目里面一直有在斟酌要不要比。哦，那是塞纳河。对，在塞纳河。所以其实在水质上面也是非常需要注意，因为像刚刚你如果翻下去，你难免会喝到1-2口水。对啊，所以他们说领队教练都没事哦。那领队教练应该就可能是水质的问题，只有选手会翻下去。除非教练无聊没事跑下去喝。没有，教练是拿冠军才会跳下去。才跳下去的。那拿冠军拉了3天都没关系。那也 OK。而且他拿完冠军之后是回国来拉。没有啊，你不一定哦，搞不好飞机上就拉了，你会更难过。那个其实还蛮困难的。所以有真的很多，就是说那个很虚脱，一队6个2。这种有办法预防吗？有什么药品吗？因为这个应该就是难免会遇到的啦。以选手的生涯上来讲。对啊，所以我后来问我们自己队也是有几个中，也有拉了。但是我本来想说，你们都没有跟我回报，你们这些各的教练，等我问的时候，你还说有几个，真的很欠揍。有没有想说拉萨加拉萨多？因为我们本来想说，我们应该是平常在这种水练习，所以去那边免疫。发现好。这就代表我们其实在水质的保护上面把场地是算是维护的还不错。我不能这样讲，因为本来想这样讲，因为好像都没事，但是后来我问的时候有几个。对啊，所以代表去了之后才会适应不良，还是水土不服？喝到不对，我本来想说应该水土不服而已啊，但是好像应该也是有影响，也有可能会有啊。可是最终的原因还是无法确定。不过这代表说，其实水质上面呢，也多多少少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因为查不下去啦。再查下去，我们会抓去了。因为很多领队就说他在问说有没有最后水，所以就是各个国家的领队都有在问有没有去做水质，有没有去调查，后来就无声无息了。无声无息，可能未来如果再到同样的一个地点的话，再观察看看。应该不会再去了，不会再去了，大家都怕了哦。也不是世锦赛不可能一直在那里办啊。是，2年一度哦。2年一度那个2年后已经在那个杜伊斯堡德国，然后在2年后可能在丹麦，然后再个2年还没决定，但是现在的应该都退休了吧？对。然后U21的就都新的啦。水球的选手的生涯大概会是多久为一个年限？CBS 都还在打。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很久。很久啦，他如果要打可以打很久，只是说有没有打到国家代表队？就是有没有达到那个金字塔的顶啊？有没有还在那么激烈的那个强度，那个强度上面。但如果你真的想要玩的话，看看我们未来有没有那种所谓社会组社会组的赛事。我们明年协会这边的比赛应该公开组那边会多一个第2级的。公开2级。对，就是给社会素人，不要是那个国小青年队上来的。到时候我也可以期待一下咯。对啊。OK。因为外国的比赛也是这样的。对。不然他真的没得打。对，如果你分在一起的话，那个强度真的是差太多。对啊，所以那个某乙是某乳，他们就他们这个出来打没意思啊。会比较辛苦一点这边的话又进球了，又是吴焕堂。我们今天看到有焕堂，还有江田裕安，现在已经来到了是3-0了，魔术数字3也已经达到了而且下半场的分数，下半场的时间啦是。越来越焕堂还蛮有耐心的，对他有等他的奖，而且代表他的核心的肌群是够力的，所以他可以在那边。龙舟国手你核心不够力，当然我就下次不选他长射进了。好，康桥高中终于破蛋，毛玉文。毛玉文的这个射程也不错对，所以其实送上了遥远祝福。其实康桥这些女生，她就是因为就是几年来在那个什么鲑鱼老师还是飞鱼老师就是阿飞啊，他们郑世飞主任弄到那个其实概念还不错，对，然后那个样子有出来，射门有那个好的传承啦，射门有那个样子啦，好的。当然你说体，哇！另外一边看到了你送上遥远的祝福，这个祝福我也要送，何义慈。对，这就很伤嘛。刚射一个长射，又是30秒内回来没7秒。对，而且是下框再弹进去的。对，
因为中下框表示你射不太到啊，但你就有那个 lucky， 自己都笑出来了，你有 lucky 到lucky ball， 因为有的是中框弹出来，他很想死，很生气。1分半左右的时间，3分差，要追不是不行，可是追会追得很辛苦。想要打得快，不过这个把握度上面呢要提高。我们这个裁判真的是很帅，其实他脱帽子更帅，更帅，他脱帽子更帅。可惜现在 Q 不到他脱帽子。对啊，好想 Q 他脱帽子哦。等一下我被他打。他怎么敢？他不敢啊。这副理事长他不敢，但是他脱帽子真的比较帅。如果有发生那个画面的话，可能他就要下水哦。就风大一点，把帽子吹走。哦，今天的风倒也还好啊。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我觉得算是蛮舒适的。对，就适合打球嘛。适合来运动的啊。对。因为像这种混乱的时间是不停表的，所以这样就是时间会被。如果你落后不赶快去拿球，这个秒就10秒、10秒、15秒就不见了。对，现在时间是不断的在走，30秒钟了。然后越来越少，你3分就完全没办法。大溪民雄联队哦，现在是距离自己的冠军奖杯越来越近。他们等等拿冠军在颁奖上面是会有奖杯的吗？有啊，有是会有奖杯的，好，也有奖状的。没关系，重点是金杯，金杯，但他们比较麻烦，最重要的，因为他们没办法切回去啊。没关系，这是一个，这是拿回联队，拿回学校的。他们没有学校啊，他们对，他们要分哈，他们是联队哦。对，啊，那就拍张照，然后教练拿走好了。教练说他家很多。12秒钟。大溪民雄联队，这就是你讲的那个 NBA 比完就对，就不玩了，对，应该就是没有要进攻，而是2个笑嘻嘻，小朋友笑嘻嘻的准备要迎接最座冠军高中女子组，在今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最后封后的是大溪民雄联队，4-2在冠军赛里面击败了康桥高中1队。不过我相信这2队在场上都很享受这场强对决。那最终的话，以赛果上来讲，我们是要恭喜大溪民雄联队，但是掌声同样也要给到康桥高中的大队。然后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在这边也要告一个段落。我们接下来下一场比赛会看到的这个是世仇的对决，高中男子组的冠军赛随后也要登场，还请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我们休息一下，稍待回来了。天马行空，我没看到过，看这个拍给老板，爱做梦。对啊，军呢？大西军。能不能血死呢？国中已经拿回来了。刚刚不错。国中当小兵啊。那我看你影啊，你看把发出去。那全部有啊，你很多。你知道我有已经先换衣了。好。
天万饭店啊。好，等一下。半黑走外远拿出去。那你知道那个厕所应该100块。就在踢场地也不会被走，没有用。被支持。对啊，二脑的动力，对啊，没错啊。你要不要停下？我就会笑。
当然有啊，就那个 Patty 跟那个谁因为他爸爸走了。3点可以看，3点半。
高中男子组的冠军战，康桥高中 A 队面对的是大溪高中哦，这个是世仇对决，从国中一路打到高中。那在之前的话，都是可能在康桥这边的胜率会比较高。是。不过今年度大溪是曾经在选拔赛的时候打赢的康桥，当然那个选拔赛 U21。对，所以也并不一定是完完全全哦所谓的纯高中生的阵容。不过我想这种世仇对决，这个是面子里子都要赢的对决。这场比赛强强对决，勇者胜正式的开始。对，就跟那个什么棒球的什么古堡什么的，古堡对平镇吗？对对对，他们那个真的是面子里子都要赢哦。我看每次那个平镇打古堡那个蔡董都在旁边盯着啊，盯场。好，所以现在这场比赛啊，看到的是高中男子组。我们前面看到女子组的赛事节奏比较慢哦，而且进球的画面可能会比较少一点。不过高中组哦，到了男子组的赛程哦，开始哦，每个人都对这个球门好像有磁铁一样，对，就很想要，人人都想要投当王了，对，人人都想要成为场上瞩目的焦点。然后跟刚上一场老师你蛮喜欢的那个帅哥裁判，现在也是在场边，我都觉得。然后他的名字是什么？赵子晴。赵子晴，哎 ，OK， 我都觉得他故意当副审的，哦，这样才是正面的，而且还是面向摄影机的画面，对嘛？主审都看不到，主审看不到，主审都背影。这几次的尝试没有，泼起了浪涛的水花，球权掌握住，选择先慢下来。看他的水花真的就多了一点哦。你感觉到在回防的速度也来得比较快，而且大家也都知道，我球权没了，我就要赶紧回来。哎！哇，那这样的话，在这场冠军赛里面哦，是由康桥高中先持得点。5号慢了一点，5号要再快一点去压，然后那个还想说他们回防还算是快的，结果没想到。你不要没想到的是很多，然后没想到的是就让你受伤了哦，然后他们就拼回来，打在门柱下方的门柱。我们一般在看那个足球赛事的时候，它的门柱哦，只会有这个两边的门柱跟上方的门楣。对，但是在蜻蜓水球的话，则是还多了这个下方也是有一个框啊。所以你运气好的时候，就是门也会来帮你。对，运气不好，怎么射都是射框。我跟你讲，运气真的好的话，是连水都会帮你。对，想说门差了一点点，水突然间哦，那个潮就直接涨了起来，帮你把这个门给撑起来。康桥高中的球权，许伯恩。直接想要塞给孙若琪，不过是塞到后方，来了，直接被断掉，再往前甩，很快攻门跑出来。在最前方的话是康桥的陈兆颖，而且陈兆颖现在是选择我先赶紧要回到球门前来做护框，可惜还是被越了过去。徐胜冠，来看一下，陈兆颖这边其实已经很积极的想要回去了。但是奖励起来的时间呢，还是大概晚了一拍。那他跑错位置啊！他如果要当守门，要到球门中间，但他已经跑到边边去，稍微有点歪掉了。这有一种战术是他滑去边边，然后队友从后面正守门从后面进来。哦，但看起来他走一半，不然就要直接去压那个拿球那个。还是他刚刚以为后面的替补选手是有跟上来的，要问他了，他看错哦，前方现在陈徐江，哇，那这个的话是很轻松的得分哦，这次的快攻就很伤啊，这个就很伤了。前面那一次可以说是还来不及，但是这一次的话完完全全的话，你看他还可以向后看一下，轻轻桑桑，脸笑笑的把这一分给放进球门里。我们不能讲他坏话哦。哪一位？那个陈旭佳。为什么？因为他 IG 很多女生。哦，他追踪数很高，是不是？好，那我们等等。这是好事。他的时候都是好事嘛哈。老师，你等下记得要提醒我，如果我不小心讲到不是称赞的话，你要赶紧帮我圆回来。你会嫉妒他。对。又来了。
好，现在又是跑在前面，用桨顶了一下。不过康桥高中 A 队这边的桨是有立起来，守门员是试图要来保护。犯规了。最后的话是犯规收场。进攻犯规，他没有把那空间处理好，他自己位置没有留够。康桥高中 A 队的球权现在还落后1分，想要传桨不断的在干扰，还是要找到队友。因为准备要来打阵地战了，所以先往后丢，确定所有的队友都已经回来了。伯恩给到勋尧，然后再给到舒利，最后拿到球的是子宽。现在的话则是舒利，有舒利有点踉跄，我这次的出手是打在桨上面。其实，在那个位置也不太好射门。角度就会比较小了，对，因为桨其实能够保护的地方就还蛮多的。康桥的角球一样是先给到外围，直接向里面冲。不过这次的出手空间完全被挤压到，对，还是他们的球。那球权还是在康桥高中手上。还是一样是角球，大脚转移，哇！中间直接球线被断掉，而且要往前甩。现在就是比速度的时候，在最前方的是陈徐佳，哇！陈徐佳现在应该又是轻轻松松的，你看他面带笑容啊。他的粉丝又多很多了，就跟在打那个 NBA 2K 一样，这种快攻啊，旁边那个粉丝数都会一直加。对。不过这个也是在防守上面所带动的这种转换快攻，队友也是很及时的就把球给送到了前面那他箭头就是专心的向前滑动就好。哇，那这样的话等于说面对大溪现在已经连续被跑了2波的快攻，就很伤，很伤啊！还是那3个字啊，就很伤啊！想要射门，还是被这个桨给遮盖住的。所以空门最好进嘛。对，而且这个应该不至于像篮球一样这么容易放枪吧？还是会，还是会。以前的罚球是没有守门员的，6公尺罚球没有守门员的，进球率大概60%而已啦。60%而已。你到那个场地距离有比较远吗？6公尺啊，一样是6米。对，那现在比较近。现在比较近了。因为但是现在有守门员，所以那时候没有守门员罚球，就真的会软手。哎呦，常常打框。这就是我们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啊。对，框就在你前面然后就打框啊，要不然就直接射出去。瞄准错地方啊。也没有，那这个上场它不一样。那 NBA 要不是每天在打，他们上场投篮也会抓球的所以高中生 HBL 那个让你去上罚球线，没有，我会先腿软啊。对啊，我的体力根本不够，然后也不可能什么90%的那种罚球率。看一下康桥现在在防守上面至少阵地战要守得下来。哦哟，你看框是有时候是好朋友，有时候是坏朋友。这个应该是康桥最熟悉的第6人，对，最熟悉的场地。因为我们刚刚上一场比赛看到的那个是大溪跟民雄的联队所以高中的男子组跟女子组其实都有点像康桥对大溪同一线人，同一线人。上半场最后的2分钟左右有绿牌出现，我原本一直以为绿牌是纯警告。没有，后来是最近改的，是最近改的。所以原本的绿牌真的就是纯警告。对。然后是最近才开始，你也要出去。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那个绿牌、黄牌，它的那个罚则没有对，好像差不多对啊，所以不知道他会弄怎样。因为黄牌如果给他罚满2分钟，好像就有区别了。就不 power play 这样。
哦，所以这个规则可能之后还有讨论空间。但是规则要改还蛮严谨的。是，所以我才上礼拜刚去土耳其开国际总会的大会。但是他们有针对这件事情在做讨论。他们有预告，只有预告停球部分是改30秒的第二次进攻，就是第二次的进攻球权。但是那个黄牌、绿牌这个还没有。但是黄牌、绿牌这是技术规则，所以他不用在国际总会的会员大会，他只要青林水球委员会有个共识就 OK 了。他那个可以公告，就是2年改一次。好。他们那个还蛮麻烦的，是这个是一定的，因为你等于说你规则一改动，是牵动到世界上在投入到蜻蜓水球运动的所有国家，所以是真的讨论很多过程的。对，那个一定是层层的难关啊，然后大家的共识是一定要取得这个百分比。对，哦哟，这边还是撞柱。对，所以有好几条规则，他觉得算了，太麻烦了，下次再讨论，因为没有急迫性。好，现在不断的是在挑战康桥高中的守门啊！再试一次，这算第3波了。对，所以这个就是之后可能就30秒就要出手，但他其实好像2秒就出手了。对，如果照他们刚刚的那个节奏的话，但是一定也会有一些球队打这种球会习惯要拉出来再重新来。那其实就是他如果在球那个自由球，他因为离球门近，还是有机会，还是要直接攻了。对，那你看那个很多都被挤出来，那只好裁判没有帮，裁判如果没有帮你恢复位置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出来。哦哟，大溪高中越打越凶哎。对啊，结果画面都在我们那个裁判身上。他的粉丝数应该也不少，但是我不能，他已经死会了啦。哦，难怪没有特别讲到 IG 的粉丝数。不用，他不用。所以如果老师等下有讲到 IG 粉丝数的，就代表说大家都有机会了。对。上半场已经在最后。如果有需要的，可以现在赖我，然后帮你把它讲一下。好，上半场的比赛结束，那大溪高中目前3-1，2分的领先优势。康桥高中 A 队在下半场还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来决看分数，而这样子的分差都还有变数。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了。康桥高中 A 队在这一场比赛所派上的名单，背号1号的许伯恩，3号的陈伯安，4号的孙若琪，还有2号的陈兆颖，7号刘子宽，8号林书立，9号的尤勋尧，以及背号10号的李坤汉，总共是8位的选手。大溪高中则是背号2号的李阳泉，3号的李成富，5号的徐胜冠，6号曾子琪，7号陈全峰，8号是李佑仁，9号陈徐佳，10号是陈定轩。这2队我们前面也有提到，这是一个世仇的对决，那也几乎就等于说蜻蜓水球的整个核心资源基本上都在这2支学校里面，也或许就会是说这2支学校是最有能力，包括是家长团，包括是球员们最有能力把成绩显示出来的。没有，我们比不过康桥，比不过康桥，现在突然要谦虚起来了吗？因为康桥真的帮忙很多，是，但是这个也是大家所乐见的。你看，像在篮球圈里面这个政大的突起，这个也是因为校友的回馈嘛。也是啊，对啊，所以还是有什么豪门跟什么，我们希望的就是这样，对。但终究在这种竞技的运动里面这个如果银弹攻势出来的时候，豪门跟寒门之间的对决，可能就是。但是比赛还是要公平啊。对。好，下半场的比赛也正式的开始，3-1，2队是2分差进入到中场的但对于刚刚老师也有讲在蜻蜓水球的魔术数字的分差是3到4分左右，所以现在的话不一定，对，这都还不一定下半场的10分钟，
不过其实上半场，尤其是最后那一波，大溪高中基本上好像有大概是4到5次哦的这种第二波的球权啊，所以康桥高中可能至少在球权的这个保护上面呢，要再做的更多了。对，还是防守先的。防守要先，你至少要先把球拿得到。哇，话才刚讲完。看一下裁判怎么判。这边有没有？没看到。他们没看到，没有进。所以刚刚这一分是不给。对，没有给。老师，看帮我们看一下，重播怎么了？为什么没给？好像没有过这个框。他没有过那个框。我刚刚讲真的飞上去之后有挡到，他挡住没有过那个框，你们这个反应。所以我们这个比赛以后也要有那个小房间。没有，是他们可以来看那个电视画面。对，小房间。不过这个时候就是转播单位可能等下会告诉我说，这样的话我要再多带一个荧幕出来，还要多带一条线。那以后不要 Q， 不要 Q 啊！以后啊，怕他收钱。对，这个电视辅助判决。对，现在全民运就没有这个，所以争议判决出来没办法回放，那很麻烦。对，像是刚刚我们重播画面就是一看之后就还蛮清楚的嘛。对，真的就没有过那个框。所以科技就是会让运动进步。不过也代表这个在场边的裁判老师真的是专业，他眼睛好，眼睛力哦。可惜他还是选手。好，2分差，8分钟，再挡，还是没有。哇，所以现在康桥高中是有球权喽。对，就好好的掌握。直接往前面给哦，不过守门员就在这边，他没去捡球。哇，结果球权是直接回到了大溪高中的手上吗？然后没有，现在又有拿回来，但是又不见了。哇，抢了一团啊！对，所以康桥应该把这个球权好好掌握啊。但是对球权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拿在手上。可能现在在追分，反而有点急急忙忙的，想要打快，但快的话一定要稳。3-1，其实就是稳稳的拿1分，就差1分差了。那你打快没用，打快你失误，等下一失误变3分差，你就很伤。像现在的话，就是有这个状况了。刚刚好不容易球权来了，结果自己没有把握住。对。打慢的，教练生气了。教练说打妈妈。哎呀，哇，有了！哎呀，可是还是大溪比诱人。哎呀，对，这只是伤。哇，那这样怎么办？前面的话，那3分里面呢，有2分是打快攻，但至少阵地战上面是守得住的。现在连阵地战都被突破了。对，所以3分差，你这时候你要进啊，你没有。球又不见了。哇，他没有传好了。好，现在球权有拿回来，不过要好好保护住啊。队友上来做接应，国安再给到坤汉。好，现在要来打阵地战，前面这几波阵地战的把握度不高，而且是连出手机会都没有，球会直接掉。我们以前说球很烫，像番薯一样啊，就烫的番薯，球都拿不稳。哦，孙若琪投射，可能他心里就已经想要射了，这样做一些假动作。非常有自信的一次出手。其实我们看都知道他就是要射。好，那又追回来2分差喽。孙若琪跟许伯恩跟李坤汉都是 U21的啊。对，然后许伯恩还是那个我们的长旗官。你说是到世锦赛的？对，我们给他当长旗官，因为他比较高，比较帅。每一个都帅了，每一个。对，每一个都很帅，而且都很壮。玩了蜻蜓的运动的每一个那个上半身的肌群哦，还包括有很多女生喜欢的那个巧克力肌、巧克力的腹肌，每个都
哇，真的是帅我们这个项目之前有人在偷拍，哦。拍，我后来谁跟我讲，人家照片还在网络上卖啊，因为他不知道照到8块7。那这个的话应该是协会以后考虑出个那个月历，年度写真集哦。对，就是月历啊。但是消防队，消防员比较帅，对，就是消防队。我们有个选手，他后来去考消防局哦，那个身材是真的很不错。哦，现在的话是不是出手的那个小表时间？听哨音，要听哨音，选手然后就开始自己打自己的，大家都上头了。先冷静一下，2分差，最后的4分53秒。球权现在是在大溪高中的手上这次的阵地战康桥高中有3个桨在天空上飞，球权还是在大溪高中手上。这一次再来出手没有，球最后是越过了框的上缘不过因为是有被桨干扰到，所以球权还是在大溪高中手上。时间1分1秒在过。对，高中生还是比较出手会比较急躁啦。但我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讲那个叫出手选择啊。我这个球出手就要得分的，我不要3秒钟、10秒钟，我出手就被人家进攻，是，这样子很浪费。没关系。但大溪高中现在是有本钱打慢的对，所以要看状况，那个可能康桥要压出来，现在已经出来了。没有防守，再来出手，哇！而且他这次的出手原本应该就是已经知道机会来了，陈徐佳就是他就是他。你看他刚刚，我们现在看这个重播画面，那他看了一下之后，其实就笑笑，他知道他的机会来了。对他，哇，他的这个眼神已经透露出来了。而且那个洞开了，那个洞完全是一个机会，而且他还是上角上框，那个不太好守，所以这样又变3分差就不好玩了。越打越有信心3分差3分钟，他还蛮得意他自己的射门。对，刚刚那个射门，他应该回去之后会把它再剪下来。也不会他可能觉得Hotspot 上面是可以看得到，轻松随意吗？没有啦，有啦，怎么会？有啦，不然他叫来问一问。等下请他赛后访问是不是？他就脸红给你看。哇，那完蛋了！转播团队，大家卫星，等下又会跟我说不要再多 Q 这么多东西了。前面已经有这个电视辅助判决，现在要一个赛后访问。我们要比照那个，比照国际赛规格，什么东西都要有了。等下球钱会越来越多。哇，这一次算是赌了所以他们就是已经领先的那个选手就乱，就是可能会，因为你就是你想尽办法，就是先把时间给慢慢的耗光。对，因为这就是比赛啊。对。3分差又回到了康桥高中队，可是其实以这场比赛上面来讲的话，康桥高中我们先不管他们的出手选择，但是光是在保护球的这一块可能就没有做的那么的理想。对，因为上半场那两个快攻就影响很大。然后其实一路到了下半场的比赛来，也是我们一度是发现康桥高中的球权是保护不住的。那当你已经保护不住球权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去思考你有什么射门机会了。对，而且他刚射门也是直接就是变得比较急躁了一点，因为也知道现在时间是渐渐的已经要不够了。现在可能1分半可能就有点来不及。再往前传，因为比较积极的防守，所以你一定会漏。这个也是积极防守之下，就是你高报酬，但是同时也带有高风险。对，但这就4分差了，然后时间又少了，这等于说直接被开了后门所以那个盯人的那个时机下打下去，全队的人都要知道，不然常常就是这样。对，直接被陈定轩开了一个后门，而且这边想要再来做出手的尝试。
还是被前方的桨给挡了下来，又来，直接往前甩。50秒钟，4分差。大溪高中今年度遇到康桥高中，感觉起来胜率不错。有时候就是我赢你1次，再赢你2次，对，再赢你3次，赢了1次之后，好像那个开关就打开。不过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竞技项目来讲，反而是好事，就是你有这2支差不多的球队，那强跟强你才能够一路的有火花碰撞嘛，就跟什么这个麒麟王塔矢亮跟近藤光2个人要互相成就彼此。对，所以我们希望这样打下去，明年亚青就随便打。对啊，就大家到了国际赛上面的话是朋友，那平常在国内的比赛的时候是市场，就加强啊，是，然后去打亚青，每一场都是能够拿下热射是打到热射时间。不过这场比赛最后要恭喜大溪高中6比2，4分之差收下的是高中男子组在今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的冠军。哇，这场比赛我想大溪高中其实在上半场的时候整体的表现就非常的优异的，所以当时是带着领先优势来到中场。那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呢，在防守端上面的强度依旧是让康桥高中比较难去适应。那康桥这一场很可惜，不过我相信回到学校之后再跟教练好好的讨论来调整一下，我相信明年度我还是会期待康桥高中的表现。好，本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在这边先告一个段落。我们接下来最后的2场比赛就是要来看到是公开组的赛事，是男女组别的这个冠军战，还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我们就稍作休息，等等再回来了。好，所以呢，现在还真的有赛后访问了。徐佳，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叫陈徐佳，是大溪高中的，我现在高2。哇，刚刚我看你的比赛，其实打得非常的有信心。你有一球，其实你是不是很早你就可以感觉到，自己准备要有这个chance的机会了？现在画面上也有给到，哇，你其实从头到尾都是带着笑容在打球的，非常享受吧？对，因为我觉得打轻水球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
其实你从一开始接触蜻蜓水球到现在，大概多久的时间？我4年级就开始练了，现国小在4年级。对，差不多7年8年左右。哇，那一路打到现在，未来会不会继续打？会，就是手还好的时候就一直打。好，真的是非常喜欢这项运动，而且对也可以感觉出来，刚刚在这个冠军赛里面呢，非常的享受。面对康桥是什么样的感觉？因为他们是传统强队，然后我们这次其实没有很把握说会赢他们。但是我记得你们今年度其实算是第2次赢过他们，对不对？应该是，就是没有，上次是因为我们是连队。OK， 在连队的时候，但这次时候是真正的把这个胜利给拿下来。对，所以我们还是期待您在未来有更好的表现。今天谢谢你，也恭喜你最后大溪高中可以拿下这座冠军。那我们也同样也是稍作休息，等等再回来了。好，谢谢。
公开女子组也是在今天的最后一场赛事喽。大家看到的是奇奇队面对的是台北海大。哇，我想奇奇队我们其实在今天早上的比赛当中哦，是有先看到这支队伍，而台北海大的话，我认为由我来介绍台北海大并不是那么的合适，因为他们的教练好像就在我的身旁。老师，台北海大这支队伍是怎么样的一支队伍呢？他们就喜欢打挺球的女生啊，然后就说还要一起打球啊，就跑来我们学校念硕士班啊。哦，所以他们有很多是硕士班的学姐。对，很多是念硕士班的啊。奇奇队跟台北海大的教练都是洋教练呢，因为他们本来就也是从小打大都好朋友啊。哇，所以这两支队伍对老师你来讲，手掌手心都是肉哦。对啊，所以他们就说要打，我说啊，打那个全部都叫齐的放一队好了，所以就是奇奇队了。所以你是有特别挑过是不是？没有，他们自己挑的，他们自己挑的。最多都是齐。哇，那等等看一下这次的碰撞。不过在这两队哦，总计有9位的球员是2024世锦赛女子队的选手。对，啊，他们就同队友啊。然后幕后的老板就坐在我身旁嘛。没有啊，他们就喜欢打球，喜欢打球，我们就要想办法可以好好打嘛。好，这一场冠军战正式的开始，来看一下第一波球权。哦呦，第一波的这个冲撞，哇，这个冲撞需不需要挑人来冲啊？是不是就滑快一点的，滑快一点就可以来冲，然后比较赶的哦。因为第一波如果是我可能前面油门是敢吹，可是后面怎么样碰撞的时候，对啊，所以那就是一个什么白山羊跟黑山羊的故事嘛。哦，这两个走独木桥，看谁最后会掉下去，不减速。对，这要特别练过了。好，所以现在的话，白色衣服的是台北海大，然后橘黄色衣服的是奇奇队。对，所以我们中华台北的男子队有一个马克，就黄炳汉，就专门练冲球，专门会冲，特别敢冲。对，你可以问他有没有害怕，因为都是跟外国人冲。好，那既然现在这两队的教练都是明恩老师，老师，这两队如果以这个碰撞上面来看的话，现在都是0-0哦，比赛也才刚开始，预测一下吧。这很难预测了，就球是圆的哦，很委婉哦。心里面没有感觉有哪一队比较强哦，所以算是互开咯。就他们自由发挥啊，自由发挥。好，不要叫我请客。如果邀请的话，应该是这两队一起请。对啊，这样就比较多了。OK。现在的话还在争抢球权呢。场边这边的话，
突然间有一个暂停，怎么了？刚刚可能球有判的时候，他们没有在那个地方发球。没有，是有第二颗球出现。哦，我现在看球场那就是要把那个第二颗球嗯丢出去，因为可能是另外一隔壁场边的场的球啦，因为隔壁场现在是男子3、4名的比赛。好，所以现在的话还是由台北海大来掌握这一波的球权。对啊，所以他们跟新加坡也是好朋友，所以就找新加坡来玩了。哦，所以里面就有几个新加坡的。这样的话球权还是在台北海大。简奇云。我看在台北海大的阵中有3位新加坡选手，他们就好朋友。背号1号的 Lin， 然后背号7号的 Garcia 跟背号10号的 Marisa。那还有的这个本土选手的话是背号2号的李慧欣，背号3号的李恒燕，背号4号的傅玉婷，背号5号的李雅萍，6号的简奇云，还有8号的廖婉如，9号的严修化。那奇袭队这边的话，早上的阵容跟现在应该是没有差距的哦，包括是1号蔡安琪，2号洪义坊，3号的话是刘慧琪，然后4号的许维新，6号的谢明娟，8号陈琦，以及最后的话是10号的王颖欣。回到奇袭队的球权。感觉起来进攻的时间都是会需要用到最后1分1秒，这个也算是打熟球。对，就2个都认识嘛。虽然说队名不太一样，不过基本上是同样的一支队伍。但是他们在世锦赛又打太快。怎么说？想说一球定江山，所以就变成我们在世锦赛女子队，我们输伊朗1分，输荷兰1分，输德国也1分。哇！这结果这些队都后来名次都不错，我们都只有输1分，代表我们是有这个竞争力的。但是他就是太早把球射出去，就变成别人在进攻。就没有像我们讲要组织个40-50，组织好几次，然后最好的机会再得分。还是今天的比赛，老师你刚刚有给他们功课？没有啊，他们都一定要组织个30秒。没有啊，他们自己知道守门员是谁，然后谁会射门，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很熟了。所以没办法找出这种 timing， 甚至是连那种习惯啊，或者他擅长的事情，大家都很知道。对。好，球权还是在奇袭队手上。在外围，外面喊的比较凶啊。外面真的喊的比较凶。不过是不是出手的时间到了？他刚可能有转移。球被抢走了。好，那现在的话要来做快攻。我只要我只要空出来，不然他球往后就没快攻了。再往前甩，给到外围的队友。哇！不过这边再把球给到了一堆人群里面哦，结果反而球权又回到奇袭队手上。有被拨到了。这2支球队去年应该是同一支队伍，台北海大跟奇袭队。其实他们去年的队名是叫什么？还蛮乱的还蛮乱的。因为去年队我看有个 U21的女子红队跟女子蓝队。那是 U21， 他们分2队啊。U21 10个人对，就分5打5个。然后去年度的
锦标赛公开女子组的冠军是 Black Merlins， 就新加坡的、对，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到那支新加坡的队伍，他们那个时候也是来了有2支队伍。哎，那今年度的话，最后的冠军则都是我们本土的阵容，台北海大跟奇奇队，是，风水轮流转、啊。因为今年国际比赛很多啊，所以你到11月才要办这种邀请赛，外国人不一定会来。不过如果以天气上来讲的话，11月今天的这种天气应该算是最棒的吧。但是有时候国际赛太多，像，比如说像今年世锦赛在中国办，花费算比较少了。哦，但是其实亚洲部分已经有很多地方有那个 local 的邀请赛，像马来西亚或日本，所以有些好朋友会都去，那也是一笔花费啊。所以他到年底可能没有钱了，没钱了。有可能、所以是时间点啦。如果真的要办的话，反而看看能不能办什么1、2月，一样是在冬天。可冬天其实台湾的冬天说要冷，那个寒流来说还真的是会冷。没有，也是比他们热、啊，还是比他们温暖，而且他去打就热了、啊。哦，也是。我们又没有结冰。好，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考虑看看哦，可能2月到3月的这个周期，刚好也是一年的年初嘛。奇奇队现在有1分，会不会就是1分定江山？不好说。还有，我不知道。对，时间还很多，看他们怎么打，搞不好他们会多得好几分。现在一样是进入到心脏地带哦，我看起来没有出手机会，大家不断的想要往里面来挤。哦。但最后那边的，球权上面的话是又判回给台北海大。用桨来停球，再往前，是一次的把2只桨都给删掉了。不过也因为这2只桨有立在这里，所以球并没有进到球门。所以要2只桨才可以守住简奇云的球。对，刚刚那个桨一下来之后，2个比了个赞。对，还好有你，还好有我。对，如果你是守他的球，可能如果只有任何一个人上来，应该就没了。所以代表简奇云在射门的 power 是蛮足够的哦。对。然后再看看他有没有机会再来出手。但大家都知道他会射，所以都把他赶很远了。就尽可能的不要让他在狙击范围内碰到球，然后在外面。然后进去如果没有动力，也不太好射。哦，再来试个，哎呦，哇，陈奇，他等于是这个守门员连续挡2颗，还赶紧帮忙把队友翻起来。哇，他挡的这2颗还蛮关键的。再往前给，不过这个球线中间是有台北海大的选手，看他要不要射。简奇云，不是这个距离他可以啊，可以。哦，再来，哇！结果是在上半场倒数快要进10秒钟的时候，李养平，他们教练还会笑哦。对他也是笑笑的，也是在他的吃饭的位置哦。你说林雅萍是教练？大溪高中的教练。大溪高中的教练。也是桃园市的教练的，所以那桃园市的女生在全民是冠军的。跑太快了。好，所以上半场的比赛结束，2边现在是占了一个1-1的平手，所以看起来这场比赛的胜负终究是要看下半场最后的10分钟。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台北海大面对启奇队，首长哦，我想这个摊开来之后，对于老师您来讲，这两队不管是谁赢，这个庆功宴都是免不了的啦。真的吗？那我所以最终的冠军教头还是老师您哦。我生病。上半场最后是战成了一个1-1平手，下半场最后的10分钟，究竟最后的冠军会是谁？不过今年至少公开女子组冠军是留在台湾啊。因为去年度毕竟是新加坡的队伍，最后是摘下这个后座。这次的冲抢，哎呦，差点要翻船了。这是小黑，就是刘慧琪，最强壮的台湾最强壮的轻艇选手，女生，最强壮、最敢冲撞，好不好？都没有什么不一样啊。感觉强壮就有点刚，有点有那种力度的感觉。好啦，力与美也是不错的。他的，我想想，卧推可能有100吧，还是那真的是挺不错的。卧推要到100，要轻艇选手要了，是两边40，轻艇选手要了，那个轻艇选手要。你超奖上面也的确很需要用到你这个力量，胸推的力量。台北海大，其实在前面在上半场的时候有几次的这个出手机会哦，都是被陈琦挡下来。球权没有掉，陈琦的桨已经立了起来，不过中间在做球权转移的球有被干扰到，不过还是掌握球权，比了一个假动作，队友在还给，都知道他们要跑哪里。简七，对，哦哟，这又是被迫在一个中远距离来出手，时间没用完了，没办法射门。看起来简奇云的这个点，真的其实队友特别照顾。对，所以他在哪防守就在哪。对，防守的以这个重心上来讲的话，就是围绕着他简奇云。现在还没有看到他的那个 power， 有啦，刚刚有看到一个飞了2只桨出去嘛。女生比较常发现这种情况，但是抛桨的话，如果是故意，就会被判牌。但看起来好像是很认真去防守，不是故意的。奇奇队，小球再塞给队友，最后再给到外围，哇，都没有出手机会。有判一个那个非法用停，所以是又碰到守门员喽。所以1号有一点嫌疑，就是非运动员行为，他挡住球不给人家罚球。哇，绿牌来了，所以我讲的应该没有错啦。没错，就有不是有点明显，好像就明显，好像就是这样发生了。好，所以是蔡安琪，现在是绿牌要先出场。我看起来两队有点焦灼，所以这次的 power play， 台北海大要把握住，有2分钟的时间哦，至少先进1颗，可能就是这场比赛的制胜分了。这个防守阵型哦是4角，在蜻蜓水球里面会叫是 diamond 吗？没有这样叫，没有这样叫。好 ，diamond。因为在冰球里面，他们就是把这个在 power play 的时候，因为他们就会变成一个4角，对，就一样是要保护这个球门。我现在依旧是台北海大的 power play。哇，这一次的机会可惜。那个老师怎么了？没有，裁判这边的主审判那个奇迹队的球。哦，这也是两边的裁判第一时间判的球权不一样。所以他现在5打4。5打4一个球守门留在那边是盯人的状况，就是变成在前场是4打4，所以有盯到了。看，因为现在奇奇队就少了一个人啊。好，所以power play结束。
那最后的话是林雅萍。那林雅萍现在这2分都是他拿的。教练啊，对他等一下上来可能骂其他队员。你是说我们突如其来的赛后访问吗？对，然后都要叫他拼老命。所以他在队中算姐姐。对，他是对。然后对那个大溪高中的小朋友，他是妈妈。他是妈妈，有教练嘛，就孩子的妈妈。这个第2分会不会是关键分啊？还很久啊，还很久。好，教练在旁边有说话喽，还很久，要有耐心的看哦。琪琪，是不是稍微有点被干扰到，在上后想要用自己的挺来卡位？但是那个裁判吹那个他用桨挡到人家旗队。球有被挡到，不过这边只有奇袭队的选手蔡安琪。刚刚因为被判罚下去的 power play 让台北海大拿下了第2分。陈琦，我现在在进攻上的节奏还是比较慢一点。两边在交汇之后，球没有进去哦。好，陆陆续续的再传进来，哇，撞住！看球谁拿到？简奇云拿到。简奇云来，他前面没有队友没有跑，不然就可能有快攻，他们就慢慢打。时间还是够的因为也只有1分差而已。感觉所以1分差你也不能打，你打快也会麻烦，除非你完全的把握。这次的出手机会一样是林雅萍林教练。裁判老师又有动作了，现在球权还是在台北海大的手上。嘿嘿，犯规了，很明显，他用桨去弄人家的手。这次的犯规会让奇袭队再拿回球权，落后1分。其实你领先1分的话，你要进攻，但你传球什么都要很稳定。你要去传，但不要传那种自己受伤的球。刚刚就有一点。哇，这次的尝试还是没有。他是算直接打框出去，所以还是那个我们台北海大这边的球，等于是第2次的撞柱了。简奇云，这次的出手没有先还给队友李恒彦，简奇云。球慢下来，换边，修化，然后再还给恒彦。他们应该，但是在下面的位置，球门前有防守犯规。球门前这边是不是有状况？对。然后林雅萍哇，再给他进去里面，有被挡下来。所以，刚刚出手的这一位就是新加坡选手，3位新加坡选手的其中一位 Garcia， 球还在简奇云手上对，因为他刚有犯规，球权还是台北海大这边的。虽然说是1分差啦，不过现在的时间也是要注意对，而且这几波的这个进攻球权都是在台北海大手上，这也难讲了。你要传球要明确，不要传球要明确，然后人要带开了。不然你像这种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手掌手心都是肉的情况之下，杨教练现在应该是心里最忐忑的。好，反正都我请就对了。对啦，反正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有庆功宴，因为你现在就等于是金包银教练啊。都我请的。对啊，那我先跟我老婆讲一下，先请示一下，对不对？不到1分半哦，在场边他把球处理起来，那个，尽可能的要把球权给掌握住。他其实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拿到球了，所以裁判就把球权吹给他们去了。然后这就这个传球是不是发生失误了？是哇，是陈奇，这球刚好是打在他的挺上面的，没有顺利的把球给停下来。要稳定一点，要把球传，就是他要弄传跟传要交叉，去把空间弄出来。球要传，不然因为现在还有点长啊。如果剩下20秒、30秒，就要用那种包起来的战术，又可怕。哇，剩不到30秒了，而且奇奇队真的在下半场有一阵子是碰不到球，好不容易碰到球，结果随后自己又发生失误。对，这时候就用战术，就是4个人在一起，然后球传给你，传给你。下半场时间最后的10秒钟，奇奇队现在距离这场胜利越来越远。台北海大林雅萍林教练，哇，那这个出手完之后，比赛结束2-1，1分差，最终是台北海大收下了在今年度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公开女子组的后座。哇，这一场比赛，我想老师您帮这场比赛做一个结语吧。反正都我请，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从这些比赛要跟他们讲一些以后世锦赛或亚锦赛可能遇到的状况因为那个强度毕竟还是不一样，因为都已经打到这里，虽然我们讲说挺球是一个比较不受重视的项目，但是你亚锦赛怎么样也是面子问题，对你还是这个国家队的战袍啦，对，就是要打赢，是打赢至少国康奖金30万。对，但是问题现在是世锦赛伊朗出去打了，他打到世锦赛第4名，然后他会跟外国队有磨练到。OK， 那这场最终所以比较难，还是要恭喜台北海大。那奇奇队的话，我相信杨教练回去之后也还是会加以对这2队来进行训练。那这场比赛过后，我们等等要迎来的是今天最后一场赛事，一样稍作休息，马上回来了。
好，我们现在呢也邀请到了我们刚刚拿下制胜分的亚萍姐林教练林亚萍，跟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大家好。哇，刚刚有2分都是由你拿下来，而且我在赛后的时候，我才从教练的口中听到了，从2009年一路的当选手当到现在15年的选手生涯，哇，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段岁月吗？好久远哦，非常的久远。对啊，到现在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学妹一起上来，然后也开始在比赛，甚至你面对到奇奇队，其实原本也算是在同一支的队伍里面，大家都算是在打手球。这场比赛最后能够赢下来，您觉得关键是在哪里？应该是大家了解大家吧。因为很了解，所以能够拿下来，是不是？那你现在此刻的心情是如何呢？很开心，很开心。好，没有问题啊。那我相信你们等等，因为毕竟杨教练现在是金包银的教练，对，这个他的庆功宴一定要请吧？当然要。你们会想要杨教练要怎么招待你们？吃好料。好，但是刚刚真的表现得非常好，而且也包括是大溪高中的教练，也是老师您。是。对，所以有没有什么话最后可以对着这个后进的学妹们或这些小朋友们来分享一下呢？继续加油。继续加油，非常的简短，但是也非常的有力。我们再重新谢谢林亚萍来接受我们的赛后访问，同样是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就是最后的冠军战喽。谢谢。什么背包？背包是大包。
对是女生比较少，就每个都对啊，这样子才能对啊，那我真的是你以为我怎么相信这个？好险！对啊。好，那看到。我也很压抑问题。摔死，到时候牙齿就没了。应该有吧？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在今天的最后一场赛事，公开男子组的冠军战，国立基隆高中要来面对 Shark 运动空间。首先来看到的是国立基隆高中的选手名单：连飞1号、3号肖伟成、4号庄哲伦、5号陈宏宇、6号是林永旭、7号张玉阳、8号是简少宏、9号侯宇阳、10号赵子欣。Shark 运动空间也是我们早上有看到的球队。1号周年宇、2号许敬燕、3号郑伟霆、4号张尚勇、5号宋典阳、6号简子维、7号简正言、8号何尊义、9号陈徐佳以及10号陈立凯。那我想这两队的4号都是特别猛，庄哲伦跟张尚勇。好像不能这样讲，功能性不一样啊。功能性不一样，但是好像画面都不错多。因为他刚好在刚才的那交叉决赛都是扮演那个得很多分那种主宰，所以我特别对4号这两边的4号都很有印象。那另外的话就是包括了是像 Shark 运动空间这边的简正言，还有 U21 的队长宋典阳。那在另外一边的话，则是有这个简少宏嘛。对，
我陆陆续续都有把这些选手的名字，因为他打球的那个特色是有的，开始有记到我的心里面了。对，这样简少红在世锦赛还可以对那个，好像是对瑞典队还可以弄个帽子戏法，还得3，好像是得3分，得3分帽子戏法。其实说到这个，我刚刚也跟老师您再确认一下。我们中华队其实，在2023年的亚洲蜻蜓水球锦标赛的成绩是很好的，就3金1铜哦。3金的话是包括是成年的男子组跟女子组双料都是金牌，然后 U21的话，男子组是金牌，只是在女子组这边可能不小心有输了一场比赛，所以最后是铜牌。对，不过今年好像有复仇成功。就世锦赛我们U21女生我们是世界第8名啊。你要往前打不太容易的，往前打就是你现在看这些高中的女选手要打得像公开那种，对，很稳定，然后又快，然后对，就是比较可惜，我们女生亚锦赛可以拿冠军，在世锦赛都输1分，然后就被差1分弄到12强之外。其实差1分，我相信接下来渐渐的这个学妹们呢也会补得起来啊。对，如果就是看接下来的训练嘛。如果我们要往后看，因为今年已经发生了，但是有很多可以看到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了。但刚好趁一开始还没有比赛的这个机会，还是真的要感谢辛苦的，包括是像蜻蜓协会，然后慢慢的工作人员，还有很多是这个因为蜻蜓水球或者是因为蜻蜓而风靡的这些这个粉丝们哦，大家的支持，我们要感谢来自新加坡的裁判哦，来自新加坡的裁判，他也是这场的主审吗？对，他也是亚锦赛的裁判长哦，哇，他来占我们最后公开男子组冠军赛的主审啊。对，所以你也不能说裁判不公了吧？两队都很公正啊，对，所以真的是有很多的爱好者，大家出力。然后，并且愿意的把时间来花费出来，才能够让我们这个蜻蜓水球是渐渐的有竞争力啊。对，像我们男生，就男女生在亚洲打都是算的在排前面的啦。但是有一次我也很不开心，就是好不容易2018那个亚运会有示范项目，结果我们想要去拿2个金牌，结果2个都变铜牌的。但有些时候就是比赛嘛，球就是圆的。然后刚刚的那个射门。结果完全没有射正，这边也是2个一样的一颗，所以这可能那个台风把球飞吸上去。一开始啦，毕竟冠军赛张力比较大，对那个手感紧张，我们讲那个球稍微要最后阶段要压了，手腕要用力，手指头啦，压或者是旋，那个没有弄到，那个球就喷出去了。所以其实他们可以用那个胶。国际规则可以用胶，是哪一种胶？是像那个手球的那个胶吗？对，就是对人体没有危害的胶。哦，是可以用那个胶，就是稍微让你在就触球的时候有那个粘性。对。但是它可以用很多吗？像手球一样，整颗球那包住，那很恶心。对，那狗像比利很恶心。哦，角球传出来，看他们有没有用啦。不过到公开组的赛程，看每一位选手，哇，那个身形都很壮硕。就里面健身房老板那么多个，自己不练不好看，不好意思。一路的在塞这个空间，小球再挤进来，用桨来停球。最后这一次，是有越过桨。但是没有躲过门啊！对，因为他用变速球啊，变速球变速球都出来了，是不是？对，他变速啊，他要用假动作去闪那个桨，转换节奏。哦哟，这一次的出手其实距离就真的还蛮遥远的。他们其实都射得到了，只是看把握度。刚刚这个如果是换成是美式足球的那个加分踢的话，应该就是进了。可惜框就是没有那么高啊，那个可以踢到柱子，对，弹进来，它可以算它可以弹进去。可惜刚刚这个球门就是没这么高，又撞到守门员了，非法用停。球权再度转移，两边还没有找到破门机会。而且现在其实以这两边在这个破门上面的情况上来讲，这内容上来讲的话，偏差都算是比较大的。
好像两边偏差都差不多。对，射出去就射出去，射到框，就是整个就飞出去了，好像就是连让人心嘎嘎都不会。对，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两边都冠军赛可能都有点压力，还是要调整一下。哦，就自己没有出手，挤在一起。裁判判那个一边的话是继续拉气笛啊，另外一边那个是得意，就是 play on 继续比哦，又被他好，结果现在是有分数进来了。张尚勇真的很勇，球在他身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这种类似明星球员，或者是算是这种球队的领头羊。就你关键的时刻，战况比较焦灼的时候，还是靠他，你就是靠他，对，你终究就是要靠他，就跟我们几年前球给志杰是一样的道理。对，球给志杰，因为他的那个身体厚度跟他的身高跟肌肉，他都练得就相对高，很匀称啊。哎，所以他一出手就是不是台湾人的高度啊，所以很好出手。哦，这会不会针对就是特别请他跟其他的选手做1对1，然后让其他选手稍微去适应一下？毕竟这个可能不是纯台湾的强度了，他是已经是算是可以到国际赛上面的一个选手。对，禁区里比了2下而已。宋典阳了，宋典阳 U21的队长哦，不过现在也准备要进入到成人组的门槛了。所以他是就桃园市的班底，他全民是第3名哦，他也是全民的时候赢了新北市，所以有时候不是全赢，输的也不会第1名，赢的那冠军队不一定是全赢的队了。球权再回到基隆高中的手上，萧伟成。哦，打到人了，一团，打到人了。但是现在打到人了，有一些肢体动作哦。萧伟成跟简正言这边，尤其简正言好像对刚刚的那个动作是感到有一点不舒服的。有够，那应该犯规了。那个这个犯规应该蛮严重，但因为裁判长在亚洲的裁判长也没有判出来。因为我们这边看很清楚，就是简正言推人推到头盔了，这太夸张了，所以也是一样，你的头盔是不能被触碰到的地方。推只能推背跟肩跟背跟这里。所以把分数要回来比较实际。对，你一直抱怨裁判没用，波动赖，终究用分数来见真章。因为陈立凯。对，10号，不好意思，这是赵子欣。因为他真的有弄到头盔，这真的非常危险。对，对自己也危险，因为那头盔你那个手指怎样。基本上有戴头盔的运动哦，除了是拳击以外，只要是球类有戴头盔的运动，在头盔这边都是不能被触碰到的禁忌区。对，那本来就很危险，那都是严重的犯规。而且如果是世锦赛那头盔还要检查有没有什么生锈或锐利的地方。哦，对，那个就是怕会去伤害到选手。对。直接长传到前面。哦哟，这一次的射门，萧伟成把自己的公道给要回来。对。那其实刚刚在那个这个碰撞哦，身体的接触前，他其实就有向裁判老师这边反映一些状况。对。那个时候画面就有带到。对，但是有时候裁判老师没有看到连续动作。对，第一拍的时候，我们是因为有重播。对，我们是看重播的，因为简正刚刚的讲是那个萧伟成讲碰到他身体，但是前面那个动作要先看的。其实他们2个以前是同个学校的。所以应该是熟啦，很熟啊，就很多都是这样。场上就真的特别激烈，就下场之后，好啦，先去吃晚餐。那最好了。想要出手，但是直接被挡掉。但球最后落下来，还是在 Shark 运动空间手上。
我这几波都看不到球门这个奖都是挡在这边因为是冠军赛不一样啊。对，萧伟成选择是先稳下来打慢。现在也是1分差的比赛前面分数还没有拉开的时候，不能恣意的把节奏给推快队友要一起上一起下。对，5个人要一起行动。这样赶紧力出来，等到外围压迫要上来。因为简正颖的机动性非常好，所以你不能小看他。但其实，都是国家队的前后期，对，都有基本的能力。高抛进来，不过球给的有一点深。好，现在直接了往前面甩，现在是比速度的时间。在前面的是简正言，机动性比较快，要拼哦。然后直接出手，哇，可惜打到了门楣。球门是好朋友，这个时候。现在球门是击中的好朋友。你原本想说而且刚刚的冲突其实就是萧伟成跟简正言嘛。对，想说要打架了，没有啦，想说刚好可以给他们2个的1对1的机会。男子汉对决。对，男子汉对决。我基隆高中现在是把节奏带的比较慢，因为剩下50几秒，看看上半场就先让他这样子稳稳的就结束掉。所以那个公开男子他是比较会打球。就他们会去注意到场上的时间原本还在讲是比较慢，但机会来就是机会来，一箭就给他一箭穿心他机会来了，又是赵子欣。赵子欣今天在这个位置已经投2颗了。所以那个成人的5个人不能只有只会射门或只会防守或只会冲球，他功能性一定是要越来越多。对，然后射门就会有不同的射门的动作。像我们在前面的比赛就看到有很多是这种你的核心要出力，把身体给稳住，你不能是第1拍就直接射门，你可能要等到第2拍、第3拍或第4拍，就看防守你的桨或守门员的桨，它稍微有点掉。对，稍微有点位移掉之后，那才是你的呛子。用桨把球拿起来，不过最后是来不及出手。3比1，国立基隆高中在上半场比完现在是有2分的领先优势。这个裁判也很帅吧？没错，那我们就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看最后的下半场赛事。
国立基隆高中面对 Shark 运动空间这一场比赛哦，同时也会是在今年度蜻蜓水球锦标赛的最后一场赛事，公开男子组的下半场，第一波的球权掌握在基中的手上。现在他们也是领先的一方，领先了2分，这2分的话都是赵子欣所拿到，他们这3分里面有2分是赵子欣所拿到的。他们有积极把位置做出来，变成赵子欣在射门的时候，其实只有守门员，都算是舒服啦。要进也不容易啦，也是啦，守门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守门也是前国家队。他们现在场上其实都是啊，都是对，满满的啊，这国家队内战嘛。不过其实到了公开组也都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都是优秀的，所以你的各个队伍里面，大家都曾经在国际赛上面当过队友。那同时你又所属不同的球队，所以也会有这种在国内的锦标赛有对战的机会。这次的出手有，所以就是一个那个进攻的失误。郑伟霆抓到了这次转换快攻的机会。对，一个进攻的失误，球权人家的，然后回防就没有回来。对，不过这也是张尚勇一拿到球之后直接往前甩，找到郑伟霆。Shark 运动空间的这2分哦，1分是刚刚郑伟霆的这1分，另外1分的话是上半场张尚勇。所以这种没有比到最后还不太知道。现在是1分差哦。球是没有出界，两边要来争夺这一颗球。最后球权是给到了 Shark 运动空间。那个简少龙该先去拿球，不要先用传去顶。简正言现在还有1分要追。顶进去，2次的出手都没有，再来试试看哦！哇，这个又是个人能力的展现了，张尚勇，很难防啊，真的太难了。而且他这样子，他是有在看框的吗？球门他有看到吗？他前面不都是讲吗？有瞄啦，有瞄到是不是？余光中还是要闪那个奖，不然第一个出手就打到奖杆就没了。真的是个人能力的展现哦！这2分张尚勇就当然没有了。这2分现在已经被追回来了，3-3，比赛在这一刻回到原点。这一次想要攻门，前方有奖，球落下来之后还是在基隆高中的球员手上。邵宏再还给赵子欣，第1拍没有，再给第2拍也没有，第3拍再来。不过这次的出手，球门球，对，球门球。一样是给到外围，选择打慢，组织一下。肖伟成再还给简少宏。再给到肖伟成，想是立起来，肖伟成再找机会，但这次还是被挡掉。太熟了，不知道你要干嘛。角球进来。加速，直接射门，有，又是赵子欣。哦，这个没有，所以刚刚是在球门的外面啊，哇，刚好这个视野被重叠到了，可惜了，赵子欣，我以为他今天在冠军赛要有帽子戏法，现在也是有2颗的进球，那还是3-3哦。Shark 运动空间。
感觉要做的事情好像跟刚刚国立基隆高中是一样的，只是第一拍没有出手机会，想要再找队友传，被挡下来。双方在加速往前面，要看有没有队友跑了。哎呀，哦，这一颗传球有点瑕疵，最后是变失误，直接找到框，爬进去。哇，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美式足球里面哦，你刚好打到了那个下一员，弹了过去。对，简正言，对，刚好弹下框，所以就超前分，所以3-1就变4-3了。我这个也是因为前面的时候在传球的处理上面自己发生失误了，刚好让简正言在这个位置拿到球。剩不到5分钟的时间，赵子欣比了2下之后，还是要给到队友简少宏。哇，这个2颗星，2颗星，而且他的角度非常非常的小。对啊，他的手也够长了，所以他出手也比较不好判断。他还打这个框去弹那边，漂亮，4-4，分数又追回来了。稍微帮忙把人给挡掉，你还是希望把空间再往里面挤一点。简正言这一次的尝试，球是完全往另外一个场地飞走。他的射门的出手就真的，你看他出手就觉得很害怕。最好都不要让他出手，防守要做到这样了。他也是有 power 的那种，然后角度跟快。许敬燕，那球还是要做给简正言吗？连一下，再给他禁区，中心地带。哦，这一次的尝试则没有。张尚勇，所以其实基隆市打张尚勇还蛮会打的，就把他挤出去一点。而且，但是马上又就是3个人围着他了。张尚勇，他的力量还是大一点。对，这个力量还是没有办法。在1对1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辛苦一点。但现在队友反而是这一颗球被挤掉。对，宋典要被学长骂了。会吗？哦，对了，因为宋典阳毕竟还是小朋友啊，U21的队长，他蛮大的啦，就是那个学长经验还是比较的好。最后球权还是再回到基隆高中。哇，这场比赛可能是要在最后一刻才能分出胜负。还是我们再来看那个 Golden Ball。哦，我们今天只看到1场的 Golden Goal。对，我们 Golden Ball。所以现在教练是希望我们最后一场在许愿，最后一场也要看到 Golden Goal。不要许愿好，这样你们又没有加班费。哦，这可能就要看转播单位了。台亚彗星的同仁会不会觉得不要？对啊，都行。正规分出胜负就好。哇！谁在祈祷？简少宏。简少宏这个厉害。简少宏他是连续的这2颗都是在这种角度上哦，而且他射门出去的路线不一样。对，前面的话是2颗星，这一次的话则是插到了在右边的框，直接射远柱。远柱把球给弹进。这真的不能随便放松，一不注意就被。对，原本想说稍微喘口气，一喘口气，超前分又被基隆高中拿到。这个射门有被注意到。2分钟的时间哦，而且大表是持续在走的。因为得分还停不了，不得分是一直动的，一直在动的。所以看他怎么弄的。李永旭，现在做任何事情对Shark运动空间来讲都是要加快速度。裁判判给下课的球，对，1分半。还是要找到张尚勇。哇，张尚勇这一颗也可惜了。
这一次的出手结果非常的不满意，打了一下水啊。所以这时候应该下课让他全场盯人。这2次的尝试都没有。剩不到1分钟了，基隆高中现在是要来看看有没有保险分。自己翻了回来，萧伟成再给到队友，这次的出手也是被注意到，张哲伦要打屁股啊，学长哦，打屁股啊，这赢1分这球要送出来，除非很空，算是打得有一点急啦。不过球权还是在基隆高中，把它玩，那看他们怎么玩啊？20秒把球玩掉啊，保护住就可以了。但是你要5秒钟内要处理对，过球，你要传。所以你给赵鑫处理的话，这时间就用完了。哇，下课运动空间球就拿回来哦，悬念出现了，直接甩了吗？没有出手机会。所以国立基隆高中最终是以1分之差击败了 Shark 运动空间，所以收下的是在今年度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公开男子组的冠军，恭喜国立基隆高中！哇，但是这场比赛是真的是战到最后1分啊，那个心一直悬在那边，仿佛就是不知道到底最后会是由谁来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是庄哲伦最后的处理不好。庄哲伦最后的处理，不过这边的话也刚好有这个机会，因为我们刚刚在公开女子组的时候，我有给老师您来做结尾。这场比赛呢，这2边其实打得都非常精彩，这个胜负也是到了最后一刻才终于分出来。老师您怎么看？那我一定偏心的，没有啊，偏心的。我们现在是中华台北啊，是。以后啊，我们希望下次那个亚锦、明年亚锦这些人认真一点，把伊朗、什么日本都给他处理掉。继续拿我们亚锦冠军了。哇，这其实可以感觉得出来，老师您对于这些选手都还是有一定的期待啦，因为也是希望我们在国际赛的赛场上面是能够有好的成绩。所以看真的蛮强的。不过这场比赛还是要恭喜国立基隆高中拿下了这个锦标赛的冠军。113年全国蜻蜓水球锦标赛这2天的赛事在今天最后一场的冠军赛结束之后呢，也准备要告一个段落了。老师，其实这2天我们真的看到了非常优秀的选手，也是非常精彩的比赛。那您针对其实因为我知道您心心念念的都是这个接下来到国际赛上面的表现，所以这2天看下来，老师您觉得如何？我们还是要很有希望了，但是也要那个体育署跟其他的像康桥就继续支持这个资源要蜻蜓水球啊，因为这个如果在国际的战场是不是像这么简单？国际上就是一场一场都要赢嘛，对，但我们也是期待啦。选手在经历过这种国内的赛事渐渐的切磋起来，并且其实在国内的赛事里面，我们也是不断的在这个邀请国外的队伍，就是希望能够在本土里面熟悉的环境，但是有一个好的对战机会。对，所以我们蜻蜓水球是亚洲算是应该是很强的国家啦，但是所以我们要继续把我们的，也要像我们现在像国小组的一起上来国中、高中，表示说我们以后应该更好。好，我们也期待，也希望我们真的在未来国际赛上面是不断的在蜻蜓水球的这个颁奖台上面看到我们中华队的身影。是。好，那这个呢也是我们在今年度全国蜻蜓这个蜻蜓水球锦标赛最后一天的赛程，是在今天终于要画下一个圆满的句点了。感谢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也感谢
杨明恩老师在今天的陪伴，最后则是要感谢辛苦的台亚卫星转播团队。我是秉承，期待更精彩的赛事，再见喽，拜拜，拜拜。